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遛狗呢？别提了，这不知谁没收狗屎踩了一脚，恶心死了。不收狗屎，如果被投诉，可是要被罚款的。再说了，这也是公民的基本素养啊！记得关爱环境，照顾他人，遛狗一定要当个好的铲屎官。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农历11月18。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公交服务今天起恢复正常。奥克兰交通局已确认，所有公交服务将从今天早上开始恢复。近日，由于 NZ Bus 公司的司机拒绝收费，奥克兰一些主要线路的公交服务被大量取消。奥克兰交通局表示，已收到工会组织的正式确认，所有的罢工行动已经撤回。昨天，在奥克兰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议员们一致投票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允许奥克兰交通局和交通部长能够更多地直接参与工会与 NZ Bus 间正在解决的劳资纠纷。工会对此表示欢迎。公交司机将从今天开始重新上路，但工会与雇主 NZ Bus 之间的谈判过程中仍有严重的问题有待解决。火山学家警告，地震活动比火山喷发前强12倍。一名火山学家警告说，在怀特岛火山喷发3天后，数据显示上岛仍然是不安全的。12日早上，新西兰地理科学研究院的火山学家 Brad Scott 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今天早晨记录的地震活动强度是周一喷发前的12倍，这表明火山还可能将再次喷发。Scott 表示，地震活动在周三凌晨4点左右开始加剧，然后一整天都在持续加强。他说，我们从来自该岛的数据中看到的是火山活动更强了，这是我们反馈给正在考虑救援的相关机构的信息。他说，他们不能预测爆发的具体时间，但他们可以根据数据计算出可能性。社会上曾经有人预测周二2点会爆发，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说，我们能做到的，可以确定的是喷发的潜在窗口期。目前，当局正在待命，等待警报解除后向怀特岛展开救援活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一艘潜艇部分沉没，无人员伤亡和燃料损失。俄罗斯新闻网消息，当地时间11日晚间，一艘退役潜艇在被运往焚化厂的路上部分沉没。据俄罗斯海军装备新闻处消息，该事故发生在11日晚间，一艘救援拖船刚拖着这艘退役潜艇下水，准备驶向焚化厂时，就遭遇潜艇下半部分沉没。这艘72米长的太平洋舰队潜艇处于半沉没状态，并开始不断下沉。该新闻机构发言人表示，只有上半部分还处于水面以上，船上没有船员，也没有任何燃料。这艘潜艇型号暂时不详，沉船对周边环境和居民没有威胁。
提出涨薪要求遭拒绝，澳大利亚维州警方将开始罢工。澳洲新闻网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警察工会提出涨薪4%的要求被拒绝，警方将开始实施罢工。这是警方自2011年以来的第一次罢工。据报道，为了遏制政府的财政收入，维州警方将闪光提醒司机们超速摄像头的存在。警方还将在车上贴标语，并且不再无薪加班，并为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准备建议，但紧急情况下除外。政府此前承诺将所有公务部门的涨薪幅度控制在2%，他们并不打算为警方破例，但此举也让政府与警察协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如果政府向警方妥协，代表其他公务人员的工会也会提出类似的涨薪要求，这将给维州预算案带来压力。警察厅长内维尔表示，政府正在积极与警察工会协商，避免在圣诞节之前出现罢工的问题。伊拉克游行已造成至少424人死亡，联合国呼吁伊拉克民众保持克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收听。大家早上好，7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7点06分开启了今天早上《朝闻天下》全新的一天，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反正呢，我听到很多的主流媒体今天基本上都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固定节目固定栏目，基本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该停的停，该歇的歇，从下周开始进入到假期状态了。对，所有的节目也都会进入到假期的这个板块当中去。是。那我们早上的《朝闻天下》呢，也是再次跟大家预告，我们这个老板心系员工的这个身体健康以及假期的福祉，所以说呢，我们是上到下个星期三。最后一天早上的《朝闻天下》是的，那大家呢，就是基本上呢，我估计陆陆续续的下周应该就是朋友都基本不在奥克兰的很多了，开启休假模式了，开始休假的模式了。那么就还是提醒大家出去无论是去玩还是说去探亲无论如何吧，反正走到哪里都要注意安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天灾人祸也挺多的，各个地方呢也都有不太安定的因素存在。有去到澳大利亚的，可能要注意一下空气质量；去到很多其他国家的，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治安方面的问题。回到中国呢，可能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寒流。最近中国的各个区域都特别的冷，所以回去这温差也比较大，还是要注意保暖的。哎呀，不过说到这个冬天，好在北方吧，有暖气真的是我觉得是个特别神奇的存在，所以一直也是很多，你像我原来很多家乡在南方的同学一说北方有暖气，是哎呀，你们这个真的是为什么我们南方就不能装？其实南方冬天也很冷啊，就跟奥克兰的冬天差不多嘛。是，其实有的时候那种湿冷的感觉，温度可能你测量有个10多度的样子，感觉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你身体感觉到的这个温度会低很多，而且很难受。所以说呢，无论如何吧，反正就大家呢一定要出去玩玩的开心，还有就是玩的安全。那么今天早上呢，其实大事儿挺多的，因为今天呢，按照新西兰的时间其实已经到13号了，但英国还是12号，所以这个投票基本上会在新西兰这边时间早上11点左右吧就结束了，截止。对。那么我们大概能够看到最初步的结果，也要等到1、2点钟，最早12点，我觉得不太可能反正就是 midday 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初步的结果。没错。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英国的一件大事。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也希望无论大家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希望大家都共同的去祈祷，跟你的信仰的那个神去祈祷。就是现在呢，我们的救援人员，新西兰的救援人员正在朝着 White Island 的前进，他们要去运回8具的遗体。
是，就是说目前的这么一个状况已经可以进行登岛了。反正就是说也是很危险。对，也是冒着危险去的。他说呢，现在目前为止是这样的，有7具的遗体是已经确定了位置的，还有1具没有找到。没错，现在基本上已经说是遗体了，虽然说是8个失踪人士，但是就说呢，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在路上了。究竟什么具体的情况呢？我还没有看到消息，我只是看到说，今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就已经准备出发，然后呢，在那个离White Island 最近的主岛上。岸边还看到大家有很多的毛利的族裔，当地的一些部落在那边祈祷。然后呢，很多应该说是失踪的这些人士的家属也登上了一辆小船，他们呢会被开到离这个岛最安全的最近的距离，在那边等待消息。然后呢，救援人员总共是8个人，非常非常有经验的资深的这个我们说救援人员会在现在我不知道具体登没登上去，但是反正是说已经出发了，没错，要登岛了。然后说这个危险系数仍然是非常大的，但是呢 JNS 会坐着另外一艘小船，也是在这个岛的最安全的最近的距离在那边监测，会随时通知他们是撤离还是怎么样。是因为刚才整点新闻咱们也提到了，说最近在这个怀特岛周边监测到的这个地震活动啊，比它在周一的时候喷发之前大概是增强了12倍左右。所以现在一个是不太确定这个火山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喷发，当然具体的喷发时间可能没办法准确预测，但是现在这个周围的地质活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比较活跃。另外呢，像岛上现在虽然说这个火山暂时没有喷发，但是之前的这一次喷发呢，释放出了大量的这种有毒的这个气体，包括岛上的这个烟尘。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说啊，之前因为上岛的有一些救援人员，然后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呼吸的这个设备什么的，因为这种大量的烟尘，就是很快可能就被堵塞了或者是失效了。所以而且他们我昨天在看那个报道啊，就是现在陆陆续续的出来的一些情况看，就说所谓我们经常听不说80%、90%烧伤，一方面当然是就是喷发出来的岩浆直接对皮肤的烧伤，其实他说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就是他呼吸进去的那个 ash， 比如说呼吸道的这种那个灼伤，对，是更严重的。它从里往外的那个灼伤嘛，所以就说现在整个虽然说没有爆发的时候那么热，但是现在救援人员上去也是有相对的风险在的。而且当然，所以我才说，我说无论大家什么宗教信仰，现在我们共同祈祷说啊，这些救援人员能够平安，然后他们真的能够顺利的带回遗体，可是不知道第8具能不能找到。然后我今天早上听警方更新消息的时候也在说，他说他们有非常 short window of time， 就是非常短的一个窗口时间去找另外一个究竟在哪里。是因为他在岛上停留的时间其实不能太长，如果时间过长的话，对救援人员本身也是一种身体上的伤害。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说他们昨天在决定说要登岛的时候，其实也跟相关的这些就是家属们在探讨，因为他们如果这个时候选择在其实不是很稳定的时间登岛的话，他们就得速战速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呢，真的就是看到尸体拿上就必须走。但是这个就意味着可能有很多的所谓的线索，没错，就没有时间去收集了。是。至于死因啊，或者说比如说他的身份的验证啊，可能因为他已经不在原地，所以呢，那就对给未来的辨认的工作就会变得更难。我也相信那些尸体应该是面目全非的，很难辨认了。所以说，就这件事情，他们也是跟家属获得了一个就是同意，那行不行？然后家属说，那也得去把尸体先拿回来为主嘛。就算真的辨认不出来，那我们也是拿回来了，对 DNA 啊或者其他这种方式，虽然说麻烦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更加妥当一点。因为从救援人员的角度来说，可能快速的把尸体先取回来，那么可能对于救援人员是更安全的一种方式。是，然后呢，今天那个我们也看到海军那边也会出一个军舰，对，就是在惠灵顿的那个驻守的军舰会过去，当然就是主要就是运送遗体的作用。是。他们首先就会运到惠灵顿，然后呢再进行接下来的一些工作。所以陆陆续续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我们现在也是捏着一把汗，提着一颗心。如果真的能够把遗体全部找到并且接回来，我觉得对于警方来说，也算是真的长吁一口气啊，可以稍稍的放松一下。接下来
就是医生还是要奋战在第一线的。那没错，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舆论方面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有一些压力，有的可能不知道的他就质疑说为什么你们迟迟不去或者怎样的，对，也会有这样的声音。所以说先把目前的这个如果说被判定失踪人员先找到的话，就是那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先弄回来之后，然后再进行后一步的处理，可能他们也真的会心理上轻松很多。所以无论如何吧，我们共同来期待，应该就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就会看到消息了，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啊。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7点18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那么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无论如何呢，会比平常的交通状况来的要稍微好一些。而且呢，今天也要跟大家来通知一下这个公交车恢复运行了。NZ Bus， 工会。谁妥协呢？这件事儿，我刚才脑子里边就在想，也没谁妥协，反正就是
恢复了，而且这件事情不是说啊，他们开始恢复运营了就结束了，他们还是会继续的进行探讨，而且未来可能还会有罢工行动，只是现在目前暂时呢就是恢复了正常运行。所以啊，如果需要搭公交车去到市中心的朋友，今天不用担心了，可以搭乘公交车。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就给路况呢带来了一些缓解，所以今天早上的路况还行，只是在个别的路段出现了比较拥堵的状况，其余大部分的只是稍微有点黄色车多。我们来看一下啊具体的路况信息。首先呢，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现在看就是很断断续续的在 Mount Wellington 和 Ellerslie 这附近稍微有个1公里可能都不到左右的红色交通拥堵，其余路段大部分范围之内的基本上都是黄色车多。过了 Cabot Pass Road 之后就恢复畅通了，但是这一条高速公路上算是今天早上最畅通的，其余路段相对来说会比较堵一些。16号高速，今天早上是我自己控制的，我也想说，怎么感觉好像不太一样了呢？没有昨天的那种你知道被人声控的那个感觉。今天早上是我自己，我想说怎么不变了呢？好了，那这个是我控制的。我控制的就是没有导播控制的好，不过anyway，来我们来说啊，就是今天早上看到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首先是在 Lincoln Road 这附近稍微有一点点红色交通拥堵，但非常短，所以说不用担心。接着呢是出现了黄色车多，一直到 Te Atatu， 中间在 Rosebank 这附近是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但是过了 Rosebank 之后就开始堵了，经过 Great North Road 一路到 St. Luke's， 现在全线红色交通拥堵。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呢，今天已经算不错了，不黑就是很给面子了。所以今天早上是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一路红到 Eastman Road， 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还是黄色车多，要过了 Oniwa 之后才会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所以说啊，虽然比前2天好了，但是也不代表畅通，大家还是要按照正常的时间出门的。那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大家好，早上的7点2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频道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过了7点21分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这2天呢，临近圣诞啊，别看着要过节了，大家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忙碌的。首先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就会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双12的英国大选到底花落谁家？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尤其是英国本地的媒体都在报说这是最难猜测的一个选举的结果。是因为这个怎么说呢？不能确定的因素太多了，对，而且呢，之前的这个民调，反正是，当然民调本身也有自己的这个缺陷性，但是得到的结果，哎呀，各种各样的，有说这个保守党占优势的，有说这个工党啊，没准这次有可能突然力挽狂澜的，反正说什么都有。你这么看起来，那个媒体还挺谨慎的哦。就是什么话都让他说了，反正都不会说错，对不对？对，怎么都是他。而且呢，英国就是昨天，英国的我们这儿已经到13号了嘛，就说是英国的昨天天气非常不好，所以就说会不会影响到大选，现在也不得而知。说是基本上会在今天11点，新西兰这边11点左右就结束投票了。那我们最初步的结果可能也要等到 midday 才会看到。到时候啊，如果我们能在节目当中得到什么样的消息，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更新。今天早上要跟的事情好多啊，还要跟着那个火山到底救援的情况怎么样，要看大选到底会不会有结果。这眼睛不知道够不够用啊。这明显不够使了，事情太多了。是，我们会反正会关注的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进展再来跟大家说。对，我倒是觉得现在像英国本地的各个媒体啊，更忙。不是，他忙是一方面，另外就着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话题，我就觉得他们特别像那种，你知道印象当中那个算命先生，就是你永远听着都觉得他算的是有道理的，怎么都觉得他有道理，反正最后结果一出来，你看我说吧，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说到这儿啊，就是跟大家来讲，我那天。反正就是有，就我们经常不是也会有看星座嘛，就是有一些杂志啊，现在什么社交媒体上经常会 po，所以有的时候无聊你就会看一眼，我的星座这个月或者这一周什么运势什么写。一般因为大家都现在都是属于快消节奏嘛，大家就看自己或者看看自己
老公或者老婆的也就过了，对不对？后来我有一天啊，我就在想，因为你每次你看那个时候，你总会它不准吧，就不能全对，但是总有一句话是觉得很正确的，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其实它有点靠谱，就你心里会有这么个想法。后来我有一天啊，我就把每一个星座都看了，你会发现每一个星座都有适合你的地方，所以你就知道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其实每一个星座写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谁看都觉得哎，有些特质是我具备的。所以不过这个也是一种怎么说呢，也是一种能力哦。就是他能够写到总有一句会让你觉得这个跟我这周或者这个月的某些事情是一样的，那他这真的是门学问，就你怎么能够做到的呢？对不对？是，就像我是双子座的，我就看那个很多双子座里面的那个描述，就是说啊，在每一个夜凉如水的夜晚，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双子座怎样怎样。后来我就把这句话，我问过几个不同星座的朋友，我说你有没有夜凉如水的夜晚仰望星空的？有啊，对吧？就跟你说的是一个概念，对，就是一个概念。不信大家自己去看看，很有趣的。然后你去看什么血型啊，这个那个的。都是一样的，你看每个都觉得很有道理，这就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的学问啊。这种东西就是你看了想啥来啥。对，好了，那这件事情反正就说到这儿，稍微提一句。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跟大家啊，先来看一些已经确定了的、靠谱了的国际上面的新闻，因为毕竟有一些事情正在发展当中。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国际上现在也流行罢工。而且潮流也因为人家人多，所以看起来浩浩荡荡，那个气势就比我们足啊。对，这个年头只要气势一到位，你就不怕对方不害怕呀，对吧？刚才整点新闻的时候我们说了，在这个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现在警察也是准备实行一个罢工，那也是跟这个薪资有关的。哎，警察罢工就是 sounds really kind of a thing， 对，但是听起来很可怕。但是实际上还是基本的这个职业操守还是有的，就是说我罢工是罢工，但是出现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我们该上岗还是要上岗的，只是说我们也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不满。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还为了减少政府的收入，你知道吧？就是为了减少罚单，在那个超速的摄像头那儿用这种闪光的方式啊，用这种灯，就是提醒对向的来车。正常的警察在那提醒别人，你速度减慢一点啊，前面有这个超速的摄像头，你把速度放慢一点。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知道平时在咱们比如说新西兰哈，警察都是头灯嘛，对，会有这种提示，对，然后对面来车被提醒的人还给你竖个大拇指这样子，大家互相提醒。但是从警察的角度来说，他就是悄悄的在车里拿着一个这个测速的器，这个东西，对，在这。但是这回是警察提醒开车的人，你不要超速啊，前面有这个，为的就是减少这个罚单的产生，政府收入，对，就减少政府收入嘛，这个蛮酷的，很有意思。不过这么换句话说，就是警方对我们的那些小手法、小手段了解的一清二楚。那是当然了，而且这个你说以后要是变成常态多好啊！不管你罢工不罢工的时候，不过也是，你看警方一直嘴上说的是说这个摄像头啊、什么罚单，其实它的最根本的作用或者是初衷。它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超速，而不是罚金嘛。没错，他们反正是这么说的。那既然如此，那就对吧？但是年底前可能也有任务吧，这不好说了。好了，那说到罢工，除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些警察的罢工之外呢，法国的工会这一次才算是比较大规模的、惊天动地的大罢工、大游行。33.9万人上街罢工。来，我们详细看一看啊，当地时间10号的时候，法国多家工会就发起这个反对养老金改革示威的活动，又一次上演了。那根据内政部的这个统计呢，全法国一共有将近34万人上街游行，其中巴黎就有3.1万人。那么其他各个主要城市呢，也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上街的示威游行。但是工会统计出来的数字就更惊人了，他说呢，全部的法国的示威者总共是其实达到了88.5万人，而且他说光巴黎就有18万人，这差出好多倍呢。这个我也注意了一下，反正再往远了不敢说啊。最近这一年，各个国家很多这种游行活动，就是主办方就不能说主办方了，就是示威这一方跟比如说这个政府这一方，他们的统计数字总是差池就比较大。不是，这也差太多了。你说你要差个2万人，我觉得有可能。你知道乌泱泱的，当你看过去啊，就是人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是100和1000，
你会感觉差距很大。对。但是如果要是5万和10万，其实你的眼睛啊或者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没有那么明显，你就觉得很多很多人，其实你已经 lost count， 你已经不太知道他是5万还是10万。但是像他这个3万和18万之间，这个还是差很多吧？没错。但是不管人数多点还是少点啊，对，但是这个示威游行肯定是有的，然后呢，也确实是给当地，尤其是比如说治安方面，比如说警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那么多人上街游行，虽然不是说这种暴力的活动啊，但是你秩序总得维持嘛。所以呢，当地一共有8万多名警察，也是严阵以待，就是为了维持这个秩序。其实我是觉得有时候这种示威的游行真的是不说劳民伤财也差不多了。你看这个示威的人，他可能也是属于这种和平的示威，但是你警察是不是别的事全干不了了？但这么说啊，我们也要去了解，因为我们不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呢，我们不太明白，我只能说我们不明白他们的这种去谋求自己诉求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去问西方的这些现在啊，当然过了的我们不说，就是比较正常的，或者是说呢，通过这种方式去和平谋求自己权利的人，在西方的社会当中会把他们作为先驱，或者把他们作为活动家，甚至是认为说是某一种权力的斗士或者是战士。用他们的话说，比如说现在绿党他们的一些支持者就说，他说你们可能听起来觉得我们在闹，我们说的很极端，但是如果没有我们，你就没有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就是我们要的，就跟特朗普谈判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我要的可能是非常听着你们觉得特别过分的，但只有这样可能获得在你们身上的权利，才是拥有了你们今天的自由和民主。所以可能是我只能说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我们不太理解他们的这个做法，但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这是为了全体人民谋求福利，你应该把我作为斗士、战士、英雄来对待才对，你怎么还能批评我呢？是，但是至少说在我看来啊，你想要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说想要去争取自己的这个权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值得鼓励的。只是说你过不过分，这种就是这么大规模的这种游行，是不是反过来说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或者说对这个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影响？所以很多东西就说嘛，值得和不值得得看大家自己去衡量，对不对？就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这劳民伤财呢，对不对？而且你真的能够得到什么或者怎么样？但是在他们看来，就不发声你就没有，你就会被政府压迫。对不对？所以我一定要出去发声，而且我人越多，政府越重视呀。那我获得背不住最终的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呀。是。所以来看吧啊，这法国反正，而且法国啊，说到这儿，法国是所有这种抗议啊、游行啊、文化啊等等这方面的先驱。他们是最开始的，也是所谓的最自由的。没错。所以在他们那儿发生也不意外，只不过呢，他们又碰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的，也是很倔的这个首相，不是首相，我们就说领导人马克龙这个总统也是很轴啊，他可是不管你什么黄背心、红背心、绿背心的，他该怎么样，该怎么改革他就怎样，是，所以有点我行我素的这种。所以看他们对着看吧。那说到这个法国正值大罢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罢工呢，其实交通也是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是呢，就在巴黎大区的这个快铁 D 线上，有一名孕妇啊，正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就诞下了一名女婴啊。然后这个按照法国的传统呢，降生在公交系统上的这个幸运儿，他会得到一个什么特别的待遇呢？就是这一生乘坐公交车啊，就会获得一个免费的待遇，可能有一个终身的黄金 VIP。我好像听过哪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好像很多个国家都这样，我听过好几次。是不是好像也有在飞机上如果降生的话？那飞机票应该是不至于免。那它也不至于不像这个每天坐公交车或者是地铁天天通勤哈。但是好像是我听说有过类似这样的先例，在飞机上出生，然后航空公司就给好，这就是我们类似于我们航空公司的吉祥物，类似于这样，然后你终身可以乘坐我们的这个航班，免费的啊，但是也是可能受到一定条
条款限制，比如说，那你要天天坐，那可能也不太现实。另外，对，比如说舱位，那你坐经济舱是 OK 的，你要每次坐免费还坐头等舱，那就自己花钱升舱就好了嘛，那肯定没有机票。那真是说，如果这个形成一个惯例的话，那我相信很多孕妇都愿意，哎，我快要生的时候，我天天坐飞机，那也是不是？开玩笑，那也是很不爽的，而且那很危险的，对吧？是。所以说无论如何，这个也是挺有趣的，把这件事情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好，接着我们往下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方面。英国的大选，我们等有结果了再说。但是美国呢，现在这个选举还是陆陆续续的有很多新闻出来的。是。这个拜登又怎么了呢？哎呀，拜登也是很有意思啊，他的这个年龄一直是被包括很多他的反对者，包括他的竞争对手所吐槽的这么一个重点啊，已经77岁高龄了。人说这个把高龄给我咽回去，已经77岁年龄了，就是啊。那这个年龄其实按照当总统来说的话，你也不能说他很老，因为你看这个图片还是感觉，哎呀，斗志昂扬的，是吧？所以现在精力充沛的，不能你。轻易不能说，比如说什么年龄段叫中年，什么年龄段叫高龄，没有这件事儿。只是说，按照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的话，这个年龄可能显得略微的偏高了那么一丢丢啊，总算圆回来了啊。那有人就爆料说啊，说这个拜登曾经暗示过他的助理，这是美国的媒体爆料的，说我呢，如果说当选美国总统的话，我就不图长，我只干1个任期就好了，我就不谋求连任了啊。但是拜登亲自回应了，他说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啊，我还可以再来一轮，没有问题啊。那你要知道他4年之后就82了呀。是啊，82岁，你要是如果说首先他顺利当选了，然后又干满1届没有被弹劾，这个是照比现在这个情况说的，然后等到这一届干满的时候82岁，那如果再连任的话，再干满，等到他从这个第2任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就已经86岁了。这个说高龄应该不过分了吧？可以。所以这个是当然是媒体一方面可能说也是借着这么的一个说法，不管说拜登有没有向他的助手或者说助理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但是你把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可能会引起大家对他年龄的进一步的关注。人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哪个打头，比如说你说7打头，我就不敢叫高龄，你知道吗？你说8打头去当总统，你就会忽然觉得是，可是你说79和81。到底有多大区别？但在你心里就会觉得是，就觉得80多岁当总统好像，但是70多岁当总统又觉得OK 啊。可是其实他是如果当上的话，也是78岁对做的总统。而且这个怎么说呢？我理解就是说，现在因为可能大家一方面身体的健康状况呀，包括饮食呀、医疗水平啊各方面都是大幅度的提高，所以说现代人的平均寿命一个是延长，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在我们概念当中，倒退30年，70岁的人可能就显得老态龙钟的，身体状况就不是很好了。但是你要现在看的话，70出头的人真的身体状况还真的，但是他可是80出头的人，到时候才80出头嘛，现在毕竟才77。所以说人类的那个思维也是挺有趣的，就像我们看到14块9毛9，你不会觉得它15块钱，对不对？其实你付出去刷卡的时候就是15块钱的，不会有人找你那0.01散，对不对？就是心理上的这么一个感受。对啊，你看说79和81，在我这儿就完全不同，多有意思哦。对，那这个拜登竞选团队的一位顾问啊，其实也说啊，如果说真的是就宣布他只任1届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更有助于拜登来安抚一些相对年轻化一点的人，或者对拜登现在的这个年龄有一些疑惑，或者说持保守看法的人，因为他们害怕说现在70多岁。精力也还可以，对吧？脑子也很清醒，这谁知道？对吧？就是他们认为啊，这不是我说的啊。但是如果说到了80岁以后，万一那保不齐有点糊涂了呢？所以只干1届的话，如果竞选成功只干1届的话，会不会这个结果更好一点？他们更容易接受。无论如何，我们来看吧。反正美国的大选现在出来那几个，谁也不比谁年轻，对吧？你说。都是没有黑头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吧，究竟这个美国会走到哪一步啊？接着跟大家来说。好了，时间关系已经到7点38分，继续我们来变一变啊，不说政治了，说的头疼，我们来说一说其他生活方面的。来，到时候了，我们来总结今年的汉字吧，好不好？那个我要把穷字去掉。
要不然全部的人会有很多人说今年的年度词是穷，所以不许说穷。其他的年度词，然后说 poor， 中文英文都年度汉字啊，年度汉字，因为这么一个形式吧，或者说这么一个传统，基本上也是在汉字的使用区啊，主要是在亚洲。但是其实你看汉字的使用区很大的面积。对，主要是在亚洲，可能你像韩国呀、日本呀，包括马来西亚、东南亚这边也会很多国家都会有。马来西亚前一段时间是总结出来了2019年的年度汉字，我不知道你关注这个新闻没有？大家也可以猜一猜，看这个年度汉字是什么。谁也不可能猜得到是这个字，我都没有猜到是这个字。你是比我们有多么的优越吗？为啥你？没有，就是问一问吧，因为我看了，可能有的朋友没看，对吧？那这个字是什么呢？咱们也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公布谜底，就是骗。骗人的骗，骗子的骗，对，就是这个骗字。我也很纳闷，说为什么会是这个字啊？因为这个骗字呢，其实按照马来西亚当地，你看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的主席和汉字工委会的主席啊，吴恒灿，他就表示说，这个2019年的年度汉字是全体人民为国家把脉诊断之后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病情啊，当然这个是有一点比喻的这个说法的成分在里面啊。他是说政府骗？也有可能，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对我看到的这个描述也不是说特别的准确，而且可能我害怕我理解有偏差。我觉得这个骗可能是说这一年当中是不是很多事情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用这个骗字，就是因为骗你除了这种骗人，也有可能受到蒙蔽，或者说是消息不准确受骗的这么一个含义。其实马来西亚人，新西兰这边有很多马来西亚人，我接触到的，他们就很有趣，他们就是最讨厌的就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人，他们就觉得自己被夹在中间，然后发展的很艰辛，就很多人会把他们跟那个就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比嘛，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很烦，就是你知道吗？就感觉是在夹在中间的那么一个国家，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是2019年啊，他们的汉字选出来是骗。你看，但是他们其他的获选的汉字当中，也基本上都是呢，多多少少不是积极向上的，都是偏阴霾这一面的。你看，比如说啊，有忧虑的忧，税，哎，看来跟政府是有关的，这更直接了，对，税务的税啊，不是呼呼大睡的睡，对吧？接下来还有讨厌的厌，雾霾的霾，困，这个是困难的困呢，还是可以？你如果把它当这个，你看你说不让用穷字，其实用困字也可以，穷困吧，对吧？当然这个困有可能，你像我今年如果我选这个年度汉字，我有可能选困，但是这个困主要是代表我比较缺觉，可能是犯困。那这个困呢，有可能是一种比如说困境啊、困局的这么一个解释。你看其他的还有包括后悔的悔，还有乱。还有骗，最后得票率最高的是骗。马来西亚看来今年是不怎么好呀，没有积极的汉字。但是我对马来西亚人的了解，他们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所以这个字只能说是总结了过去的这一年，是吧？有一些这个骗的成分，不管咱们怎么来解读吧，因为汉字你也知道博大精深，它一个字就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去理解。是马扁才可以这么理解，对吧？马指的是什么？马指的是马来西亚，扁可能今年经济状况不好，反正对有点瘪。对这个解读应该会很多的。马来西亚有点瘪。是，那除了这个马来西亚的汉字出来之外呢，日本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日本在汉文化圈里面也算是汉字使用的算是比较普遍的这么一个国家，比韩国还普遍。对，而且它也比较注重这种汉文化的这个在社会当中的一个影响。每年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年度汉字出来之后，应该在一个寺庙里面吧，好像叫清水寺还是什么，然后由那个寺院的住持，是他的那个书法，对，那个书法写的真的是特别好啊！每年写那个字，就现在图片上看到，今年这个年度汉字就是不出意外，令和的令，然后我还看到这个视频，他在写那个汉字，好大的一个毛笔啊，就是挥毫泼墨，对，就写出来这么一个字，但写的也很漂亮了。那这个汉字呢，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跟今年因为新的这个年号改为令和了嘛，那所以说包括令字，还有令和的和字，还有一个新字，那么令、新、和这三个字分别是排名今年年度汉字的前3甲。当然，除了这个令和的令这一年呢，所以说是这个大家投票率最高之外，其实他们还有其他的就是意思，比如说呢，包括了要遵守法令，也是这个令，然后呢说警报发令，还有避难命令，
都是这个令，所以他们就觉得今年呢它有多重含义。今年的那个日本天灾也比较多嘛，对，各个地震啊、海啸啊、什么洪水啊等等各方面的影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避难命令这件事情也是印象很深刻。但是相对于今年来讲的话，可能去年日本更加的多灾多难，所以可能大家有印象，2018年日本的年度汉字直接就是灾。对，所以今年应该还好一点啊。但是灾这个词儿其实也挺适合今年的。你不觉得吗？今年适合新西兰是吧？啊，对，新西兰也是，就世界都是。无论你是说真的天灾人祸，还是我们说国家之间的争端，甚至包括战争，对不对？所以这个灾其实也挺适合的。我看看刚才有朋友说2019年的汉字应该是乱，这样子啊，我们让大家来说呢，新西兰的汉字和世界的汉字，因为不一定一样。也有可能一样啊，所以大家来说一说2019年的关键汉字。马上这就是快放假了嘛，所以说呢，真的可以来好好的总结2019年了啊。我们俩想一个好不好？一个形容新西兰，一个形容世界。不过时间关系，现在正好到了这一节快结束，正好给我们俩广告的时候，我们也思考一下，是吧？这个不能乱讲。我觉得我的想到的好像都被他们给说了。没事，这个不怕雷同，不怕雷同。然后结果我们就选出来了，所有人选的都是一个。这也是个好事，说明大家达成共识了嘛？是吧？我们来一会儿啊，就共同来说一说。第一个是2019年形容新西兰的汉字，你觉得是什么？穷不可以哦，因为我知道我要说穷的话，很多人都会选穷刨除在外。每一年关键词都有穷这个字儿，所以除了这个字之外的什么词？另外就是说全世界，你认为什么词什么字啊比较适合？是一会儿回来咱们看。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1号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37 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
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的，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我好难呀，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挖这么个坑？对，我干嘛呢？我何苦呢？你说？哎呀，自己挖的坑，含着泪也要跳完。所以我决定今年我说新西兰的关键词啊，志鹏要找一个那个我来国际的，我就决定用难。这个很贴切啊，而且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会。而且这个难字我为什么选了它呢？它还有一个谐音，可以读成难。灾难的难，多灾多难。哎呦，我觉得我的智商可以了，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吧。这回头跟老板说，把顶棚加固一下，怕飞上去，把顶棚都冲破了。我就想到这个，我就想说，这个可以了，就是既能够体现说新西兰今年真的是多灾多难，对不对？但是呢，民众又会觉得很难，无论你是哪一个。比如说是收入的群体啊，你是贫困的群体啊，还是说其实是中产阶级，甚至是很多的所谓的高收入者，什么这个企业主都觉得自己很难，房东也难，房客也难，谁都觉得自己日子很难，对不对？可不是嘛，所以这个词应该还是很贴切的。那如果说行了，我自我满足了。对，放眼全球的话，其实我这个字也不是那么有新意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能够描述即将过去的这2019年这一年当中，就是一个乱字啊，因为你看各个国家也好，纵观这个国际的形势也好，其实真的是出现了一个相比较而言比较混乱的这么一个局面。是我看到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也有人在说是乱，然后跟大家稍微念几个啊，对，好多的很有意思。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理由的，而且说的还都是很有道理。是，还有说秀。说新西兰的2019年的年度词语是秀，就是秀场的秀，是不是也可以解释成优秀的秀呢？优秀的秀，那优秀在哪方面呢？很多方面的优秀啊。好吧，咱就不具体说了。秀，还有人说是火，大火的火，可能也跟这个我们的今年火灾不断有关系。对，然后还有败，失败的败，还有说呢败，当然也有一个解释说是败家的败，就是那个。对吧？花钱的那个败家，这都有道理啊。还有人说是作，这个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大家想想。还有人说是闹，这个闹呢也有两种解释，说是领导人闹着玩，民众闹的是心。哎，这个有道理。你看，还有人直接说的是差，这是直接给出一个评价了。所以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2019年。关键是有个朋友放上了一张徐悲鸿1945年的一幅作品。是一只小黑猪，今年是猪年呀！哎，有道理。对啊，有没有什么隐身的含义？我不好解读。这位朋友可以不妨跟我们说一说，是吧？一会儿背景乐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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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起来了。所以他说的差呢，是说经济差、运气差。这个一解释就有那个自己的，怎么就没有好的吗？形容什么？比如说是前进的进啦。欢乐的乐，哎，今年我们的不应该是那个什么吗 ？well-being 吗？幸福吗？福，哎，有人说福了，有人说福，对呀，well-being 嘛。我们今年不是说这个 budget 公布说我们是幸福的福嘛？对，看看这个福明年能不能真真切切的作为一个年度字吧。但我现在看到目前就我们一直在滚嘛，很多朋友在网上面写那个年度词。现在目前为止投票率最高的是秀，对，秀占的比例比较多一点。没有人选我的难吗？把我投上去，快给我投票！这还在投票？有奖品吗？有奖品的话，也是一会儿我们9点钟8点45分之后，玉山给咱们带来什么好吃？反正我都有吃。好来的为了啊，那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一会儿呢再等到8点钟之后呢，再来看看其他大家的投票的结果。我们再跟大家来说2条国际方面的新闻吧，好不好？第一件事情呢，要跟大家来稍微更新一下关于昂山素季的事儿。其实大家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整个的缅甸的目前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也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听的迷迷糊糊的，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现在目前的状况呢，就是为什么各国都在报道关于昂山素季的事儿，就是在海牙法庭现在它正在接受类似于像听证啊、审判这种状态，是说呢，说缅甸的屠杀，当然给他扣的罪名是说屠杀，然后呢，昂山素季也去应变了，然后各种的提供证据，说自己这些全部都是造谣，说根本在缅甸没有所谓的屠杀。那所谓屠杀、种族灭绝指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缅甸的这个
Rohingya， 我总记不住它中文叫什么。他叫罗兴亚啊，对，罗兴亚人。这个罗兴亚人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是知道的，而且我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或者是我也挺幸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吧。我曾经采访过新西兰这边的 Rohingya 的难民，他就是以难民身份来到的新西兰，他自己就是这个罗兴亚人。是。当时我听到他呢是说，他说他从小就没有机会上学，也没有机会去享受任何的公共的服务，他也没有国籍，就是没有国家承认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那么说到罗兴亚呢，可能大家不知道背景的，其实根据调查就是说他们大部分是从这个孟加拉国去到缅甸那边居住的一群人，对，但是呢是属于穆斯林，所以说就等于说他们住在缅甸的边境，缅甸不承认他们是缅甸人，但孟加拉国也不承认他们是孟加拉国人，所以他们就处于这种非常的两难的一个状态，而且他们真的是不能上学，也不能说完全嘛，但是基本上，然后再加上说呢，说他在小的时候也曾经他的父母就告诉他会有人进来就杀他们，因为他是罗兴亚人，这是他给我描述的事实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昂山素季所面临的就是到底有没有派军队所谓的去屠杀这个种族。是。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很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吧。那他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不管说各个国家也好，各个政党也好，对他的这个评价也是不一而足的。就是如果你看西方媒体对他的报道，就会说他是从人权斗士到种族屠杀，这直接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标题。是。但是你去看，比如说缅甸本国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报道，也有人说是。就是外国插手，然后说他们，我看到很多缅甸本地的一些报道啊，就是去拍，也说他们当地的人民就非常就是挺昂山素季，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军方去回应，但是他选择了自己去法庭上去抗辩，而且呢，他说他举了很多的，就是说话掷地有词，然后呢也拿出了很多的证据等等等等，在为缅甸来发声。可是这个。很难讲啊，你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我们也不好去做这个评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呢，可能大家会关注度比较高一些。对，但是说到昂山素季这个人，你也别说啊，他的人生是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我印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小的时候是几岁？4岁？2岁的时候。2岁的时候。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被人刺杀了。他父亲是一位将军嘛，然后当时缅甸也是进行一个政坛的这种过渡啊，然后当时呢被暗杀掉了。他的这个经历其实跟朴槿惠是有一点类似的，也是在还很小的时候。当然，朴槿惠可能父母被刺杀的时候，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对。当然呢，无论如何，反正他的一生也是经历了又被人软禁，又这个又那个很多的事情。他也在比如说人权的这件事情上，真的可谓是做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他也拿到过诺贝尔和平奖。但是现在的就是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如何，我们要来看。其实还有很多跟人权相关的新闻，不过因为时间关系，现在说不完了啊。我们有时间可以在一会儿备不住9点钟之后找个时间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嘛。没错，那这一节就先告一段落，咱们一会儿接着说。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0，0962303666。
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market。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Angela 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Scale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农历11月18。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公交服务今天起恢复正常。奥克兰交通局已确认，所有公交服务将从今天早上开始恢复。近日，由于 NZ Bus 公司的司机拒绝收费，奥克兰一些主要线路的公交服务被大量取消。奥克兰交通局表示，已经收到工会组织的正式确认，所有的罢工行动已经撤回。昨天，在奥克兰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议员们一致投票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允许奥克兰交通局和交通部长能够更多地直接参与工会与 NZ Bus 间正在解决的劳资纠纷，工会对此表示欢迎。公交司机将从今天开始重新上路，但工会与雇主 NZ Bus 之间在谈判过程中仍有严重的问题有待解决。火山学家警告，地震活动比火山喷发前强12倍。一名火山学家警告说，在怀特岛火山喷发3天后，数据显示上岛仍然是不安全的。12号早上，新西兰地理科学研究院的火山学家 Brad Scott 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今天早晨记录的地震活动强度是周一喷发前的12倍，这表明火山有可能将再次喷发。Scott 表示，地震活动在周三凌晨4点左右开始加剧，然后一整天都在持续加强。他说，我们从来自该岛的数据中看到的是火山活动更强了，这是我们反馈给正在考虑救援的相关机构的信息。他表示，他们不能预测爆发的具体时间，但他们可以根据数据计算出其可能性。社会上曾有人预测周二2点会爆发，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说，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可以确定的喷发的潜在窗口期。当局目前正已经开始向怀特岛展开救援行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一艘潜艇部分沉没，无人员伤亡和燃料损失。
俄罗斯新闻网消息，当地时间11日晚间，一艘退役潜艇在被运往焚化厂的路上部分沉没。据俄罗斯海军装备新闻处消息，该事故发生在11日晚间，一艘救援拖船刚拖着这艘退役潜艇下水，准备驶向焚化厂时，就遭遇潜艇下半部分沉没。这艘72米长的太平洋舰队潜艇处于半沉没状态，并开始不断下沉。该机构新闻发言人表示，只有上半部分还处于水面以上，船上没有船员，也没有任何燃料。这艘潜艇型号暂时不详，沉船对周边环境和居民没有造成威胁。提出涨薪要求遭拒，澳大利亚维州警方将开始罢工。澳洲新闻网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警察工会提出涨薪4%的要求被拒绝，警方将开始实施罢工。这是警方自2011年以来的第一次罢工。据报道，为了遏制政府的财政收入，维州警方将闪光提醒司机们超速摄像头的存在。警方还将在车上贴上标语，不再无薪加班，并为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准备建议，但紧急情况下除外。政府此前承诺将所有公务部门的涨薪幅度控制在2%，他们并不打算为警方破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和播报的。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呢，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是星期五了，总体来说天气是不错的，但个别的地方偶尔会看得到一点阵雨出现。奥克兰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17度。如果整个夏天都是这种天气情况啊，又不冷又不热，该多舒服。北岛南部地区基本上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及个别的几个城市可能偶有阵雨出现。气温方面，惠灵顿啊一直都没有热起来，现在最高也是仍然有20度，最低温度是18度。那么再来看南岛，今天呢南岛则会迎来一轮降雨，但是最主要还是在西海岸会是有雨的天气，东海岸基本上都是晴好的天气情况。Nelson 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14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南部，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也有一些阵雨出现，但基本上啊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气温啊，这个皇后镇算是暖和不起来了，最高温度今天19度，最低仍然只有8度。12月中了，最低温度只有8度，所以大家去到南岛还是要带一件外套的。那么到了周六呢，新西兰基本上还是晴好为主，但是呢会有一轮降雨在周末期间临近，不是周六就是周日，可能我们会迎来啊，在一段长时间之后可能会迎来一些降雨，对于一些干旱来说是件好事。气温方面，明天奥克兰是17到23。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
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n、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3368，0941543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如果您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8点钟过后要来跟大家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了。但我们今天啊，这个就是事情特别多，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要跟大家更新的，我要去随时看着有什么样的变化的，以及我们要跟大家来互动的事儿特别多，所以我有点都不知道先说哪一个。先说，我们还是在征集关键词啊，对，就是2019年的年度关键词。新西兰是什么？或者是大家可以放眼世界，你觉得世界是什么？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堆了，我的选择，如果有没听到的啊，是我选了难。这个难字呢，一方面是说大家生活可能比较难，各方面遇到的困难的事情比较多，另外它也谐音，它是难，就是灾难的难。那么无论是在新西兰还是在世界，今年的灾难也特别多，所以我选了这么个字，大家也可以来选啊。你认为关键字是什么？我看到目前为止，从我们的听众观众当中票选最高的应该是秀，就是去那个出去秀的那个秀，对，瘦的那个秀，不是优秀的秀，对吧？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虽然它还是一个字儿，但不代表意思。汉字真的是博大精深嘛，所以一个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这种解读啊，所以还是啊，大家包括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293-906，如果说你有什么觉得比较能够符合这刚刚即将过去的2019年的这么一个特点的汉字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聊聊您不同的看法。好，那么接着还要跟大家更新的事情就是双12大选啊，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英国投票还没有结束，基本上要到11点，所以今天估计是今天的 midday 的时候。
哎，一般说 midday 中文用什么样的翻译啊？就是中午的时候，差不多到中午时分吧。差不多这么翻译啊，就当中间的时候，当中间的时候，晌午可能会看到一些结果，所以我估计在节目当中应该是不会得到什么消息了啊。但是我们也会持续跟大家来关注。另外还有2件事要更新，你说今天啊忙不忙？这个另外一件事情要更新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希望大家啊，无论是哪一个种族的，无论是哪一个信仰的，都去好好的祈祷神明保佑吧。就说我们现在呢，这个救援队正在去到 White Island， 就是火山爆发的这个岛上，白头岛，去救援剩下的8具尸体。是，就是现在虽然没有说直接官方确认死亡，但是因为前2天就说了没有生命迹象了，而且好像是有这个图像表明，他连这个一共8个人失踪嘛，其中6个人在这个岛上，然后还有1个人说是在水里面，那有可能是在这个逃生的过程当中，然后到水边的体力不支了。不管怎么样，反正现在没有确认，但是估计这8位失踪者应该是都已经找到啊？你说那个那是。然后还有1个尸体，据说是现在不是很明确，所以说呢要等待救援队上去来进行搜查。现在呢，因为啊这件事情其实挺危险的，所以我们看到媒体都在 live 的跟踪。那目前并不确定救援人员已经登岛了还是还没有，只是知道他们出发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的是，总共派出了8人的救援队，当然这8人是非常非常资深的。与他们同去的还有2艘船，一艘呢是属于家属。就等于说是这8个失踪人士的家属会在安全的，但是距离岛最近的一个地方，在那边等待消息。是。然后当然也有一些的当地的，比如说像毛利部落呀，或者等等，会在那边去 blessing 一个祈福的仪式。祈福的仪式。还有另外一艘船呢，就是也是 GNS 的，就我们说的地质的勘探的，相当于一个技术支持吧。对，他们就在离岛最近的地方，在那边进行勘探，因为毕竟你上去了是救援人员，一旦出现任何的风险，那就2次伤害这个事情就大了，我跟你讲。所以说他们呢，当然就在旁边啊，随时随地的，就是给就是去救援的人员来提供信息。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我掌握到的就这些消息了。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登上岛，他们是有从那个就类似于像地图的那种感觉的，去看说那2艘船应该在岛旁边，但是有没有人上去不知道。找没找到遗体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等待消息。那么我们昨天从警方那边说到的一个信息是说呢，说他们会以就是闪进闪出的方式来救这个遗体，就可能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警方或者救援队上去，还会有搜证的过程，就比如说查死因呐，拿他们的照片呐，对，就之类的，就以便他们辨识身份，以及后来现在不是还要告嘛，对不对？也提供证据。但是因为这个安全性，所以说昨天警方直接就说了，说这一次可能就没有这个过程了，没有时间了，也是获得了这些家属的同意，因为有可能呢会给辨认工作增加一些难度，但是还是这些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最重要嘛。所以说呢，就取闪去闪回的方式。可是现在唯一一个难点就是有1具尸体其实不知道具体位置，所以他们是有非常短的时间窗口，可能可以去找，但是找不找得到，运不运得回来，现在也都不得而知。是因为当时游客在岛上，在没有突然喷发之前，可能也是比较分散的一个状态。你想，总共就几10个人，然后有的可能去哪儿拍个照啊，或者去哪儿看一看，然后突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很难确定它的位置。所以我们共同祈祷啊，就是期望这些救援人员可以顺利。首先，他们人身安全是希望真的是不要遇到任何的麻烦，还有就是他们可以顺顺利利的把这些遗体也好，或者失踪人士也好找回来带回来，因为这个无论如何大家也就算是安心了，那么这件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要不否则的话始终会想着岛上还有8个失踪的人士，什么时候才能够真的把他们接回来，所以希望他们真的能够成功。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医院当中的现在情况也是非常危急。我今天早上看新闻还是说10几人都是处于 critical condition， 危急状态。然后呢，新西兰这边也向美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去买皮肤，因为在新西兰这边啊，捐赠皮肤的数量本来就少，但是这个呢，我们又知道这一次烧伤的情况非常严重，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捐赠的皮肤，所以新西兰现在也在跟
其他国家购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伤者有一些也是用飞机啊运送到了澳大利亚，不叫运送，就送回了澳大利亚，让他们在那边接受治疗，这样也分散了新西兰医院很多的压力。没错，因为大部分的人烧伤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志鹏今天早上还在跟我讲说那个烧伤程度。我看了一下这个烧伤程度，因为一个是按照烧伤的面积来划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按照不同的，比如说轻度、中度、重度，或者是1度、2度、3度、4度这样来划分的。这个烧伤的轻重程度，这个咱们不好去用语言来形容，但是呢，烧伤的面积是可以直观去感受到的。一般呢，如果说烧伤面积出现在30%以上的中度烧伤的话，人就会面临着这种大面积感染以及心脏休克的这么一种风险。那这个烧伤面积怎么来算呢？因为正常啊，咱们人当然个头特别大或者特别小的这个极端咱不说，就正常人的体表的这个皮肤的面积大概是2平方米左右。那如果是咱们按照20%来算的话，大概就是0.4平方米。这个面积有多大呢？其实我们就是看自己的2只手臂啊，从这个肩膀的位置一直到手的这个位置，2个手臂的面积加在一块，大概就是20%左右。这才20%，这是20%。你想80%和90%，那得什么样子？那基本上就是我们讲，除了比如说面部可能还会没有受到影响之外，基本上其他身体所有的部分都被烧伤了，大概90%左右。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真的是非常严重，而且我们就所谓的说好看不好看，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主要它的这个感染的风险太严重了，对吧？就是凡是就我们虽然说皮肤看起来很薄，但其实它是对我们有太多的保护作用。那如果没有它了，你就很容易就水分就流失了，你人就非常容易就感染啊，或者是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就是当时在这些我们讲叫这个伤者吧送到医院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医院的医生也是非常有经验，马上派了一个人说：“你赶快去超市里面把所有的保鲜膜都给我买回来。”他用这个保鲜膜就是裹在这个患者，当然想一下这个过程也挺对，真的是，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说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他用这个保鲜膜把身体被烧伤的部分赶快把它裹上之后呢，就是尽量的去防止，一个是体温降低，再有一个是体液的流失，这一点是很重要。如果你就是放任不管的话，那体液流失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人基本上是回天无力了。而且你说那个哇，那怎么？我天哪！保鲜膜那你还是要治疗的嘛？你接那个哇，就想想都觉得很。昨天我还看那个新闻当中就报道说，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刚举行完婚礼，然后来新西兰这边算度蜜月，他俩就说呢，逃过一死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但是他俩现在目前都是处于80%的烧伤的程度，还在医院当中，说是男方清醒了，但女方还是在接受就是紧急的这种治疗的状态，但他俩就说已经算是幸运的逃过一劫，就是因为他俩没有跑，他俩就找了一个巨大的石头，然后呢挡了一下。他说如果他俩跑的话，应该就是肯定不可能逃得出去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救治的难点是在于这个还是不是说普通的，比如说热气的这种熏蒸或者是灼伤，它是属于这种化学烧伤，因为这个烟尘包括这个释放的有毒气体。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吸入到呼吸道，对，也可能把呼吸道灼伤。那包括皮肤上，它那个灰尘，你沾到皮肤上之后，你很难去把它清理掉的，所以这也是现在救治的一个难点之一。所以我们希望吧，就说这些所有的正在接受救治的人都能够逃过一劫。然后呢，我也听那个医院在说，好像现在捐献皮肤有点来不及，所以他们都是去海外的去购买了一些捐献的皮肤。对，哎呀，希望他们都能够缓过来吧，然后也希望这一次的救援行动能够成功。如果我看到什么最新的消息，会跟大家说，现在还没有。不知道救援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对，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在关注这个消息的同时呢，也跟大家来汇总一下我们新西兰其他的一些国内新闻。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来更新呢，就是关于这个公交车。那么今天应该是昨天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们得到奥克兰交通局说这个是 First Union， 也就是代表这一次工会去这个公交车司机去罢工的工会，他们就直接说了，说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从今天早上开始恢复正常运营了，所以所有的公交车都不会受到影响了，搭乘公交车的朋友就可以安心出行了。可是他们强调的是，并不是说 NZ Union 不是 First Union 和 NZ Bus 的这个谈判
结束了，对，没有任何的这个意思，只是说先恢复这个正常的公交系统，然后至于说这个谈判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他们也说了，不排除未来还会有罢工的行动，那只是现在呢暂时就说恢复运营了而已。这个也是啊，这个所有的First Union 他们等于说是公交车的这些成员投票决定的回去上班。所以就回去了。那么 NZ Bus 也表示说很开心看到他们投票还是同意回来运营了，不要耽误到其他奥克兰民众的出行之类的。所以我们再来看啊，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走。那么说到这个 bus 的事儿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发生的挺有趣的过程。就是昨天我们才知道不罢工了嘛，从今天才开始恢复。但是在昨天其实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儿，就这个 NZ Bus 这个公司啊，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我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回事儿。这件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当时呢 First Union 采取的罢工形式并不是说所有人不上班，或者是这个 bus 停运，他说的是不收钱，对，只是说让你来免费搭乘，等于说呢你公司又得付着成本，你又收不到车费，所以他们采取的是这种这个我们说罢工的形式，有点类似于澳洲警察，就是我过去不让你政府收到钱，就这个意思。可是这个 NZ Bus 可没有就说让他们这么下去哦，也不是说我要谈判什么妥协，没有。NZ Bus 直接就说了，那既然你们要这么做，那你们就都不用来了，我停运啊，我直接就不开了，bus 停。还是临时的，还是说打算以后就长期？他就说你们如果要是采取这种方式罢工，你们不收钱，那我就停，我不开。然后呢，同时他还是就是说了，你不开对吧 ？bus 的这些员工没有工资，等于说公交车的司机闹成最终没工资了。本来是想罢工，结果搞成自己失业了。所以你说这 NZ Bus 是不是也不是省油的灯？另外一方面 ，NZ Bus 也没有就此就结束，他还找了一个外边的公司，叫 Richard 的那个 bus 公司，来替一些比较主要的线路，他们来运营。所以呢，昨天就出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他们就是找的这个代替的公司的这个线路呢，主要走在 Dominion Road 上，然后 NZ Bus 的真正他们的那些雇员，就现在不让上班了的那些雇员，就走到了 Dominion Road 开始拦了。就把那个代运营的那个公司的车给拦了下来，就不让他们走了。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新西兰那个 bus 啊，是你在外边也可以开门，在里头也可以开门，有个按钮嘛，你一按那个门就开了。他们就在外边按那个就开门，就不让他走，然后就按那个门，一直开，一直关，一直开，所以上面的乘客就没办法了，只能下来走了。这个。然后说2个人还发生了，就是我们说肢体冲突，这就昨天拍到的照片嘛。他们就在这个 intersection，就这么拦着，不让你开走了。你不是找别人代替吗？我就不让你开。然后呢，他还就是 NZ Bus 的司机还说你走，你别，这是我们的罢工，你别在这边，你要是正常的运行了，那我们罢工不就失败了吗？就那个意思。所以他们之间还打骂的。据说还有一个人是中了一拳，什么这种类似的报道。你说说，这就是我说的害怕，就是你示威表达自己的这个抗议也是可以的，但是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个真的就不太好了。但是你说啊，说这个 NZ Bus 也是哦，没有要跟这个绝对是有关系的。你如果真的是，要不你好好解决问题，要不你按照这个公交司机的这种想法，你还正常运营着，那不收钱。但是对公司来讲，其实反过来也不容易，对吧？你这样白开一天，甭管油钱、电钱、人工什么，你都得支出，这成本多高呢？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距离谈成啊还很远。是，那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一节也暂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
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谓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由乌伦华侨会所和 Panda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比前2天好了很多，但是也不是说完全畅通，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的啊。快速来看一下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上，现在基本上是快到 Mount Wellington 就开始经过 Ellerslie、Greenland 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Greenland 之后呢，也是黄色车多，一路到 Cabot Pass Road。要过了 Cabot Pass Road 之后才会恢复畅通。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呢，前半段现在是恢复畅通了，但是拥堵的路段基本上是从 Te Atatu 开始，经过 Rosebank、Grey North Road、St. Luke's， 现在都是一长段的红色交通拥堵，而且在 Grey North Road 还有一小段黑色大塞车。那么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呢，今天早上起码不黑了，而且断断续续的大部分其实是黄色车多。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开始啊，一路到 Eastman Road 是一半红一半黄的状态。然后呢，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差不多就恢复畅通了，所以算是挺好了，跟往常相比。是跟前几年相比的话，路况还是通畅了很多。一会儿啊，说到这个路况，我估计还是有很多朋友现在在开车的。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签了一个 plan。准备要让大家放弃自己的私家车，能不能成型？一会儿来说。不过说之前，我们先看一眼财经啊。是，先看财经吧。一会儿我再发表一下这个评论。我突然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来，先看财经方面啊。新西兰 NZX50 指数呢报11307.98点，涨16.0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70点，跌8.72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报27990.53点，涨79.23点。那么参考汇率方面呢，纽币对人民币是4.60。纽币对澳币0.95，纽币对港币5.14，纽币对美元0.66，美元对人民币7.02。汇率实时变动，还请以实际交易时价格为准。好的，那我们回来继续说新西兰方面的新闻啊！不要忘了，一会儿8点45分之后，我们就开始吃喝了啊！我们要进入到玉山休息站了，所以在这一节我要把这条新闻跟大家来说完。那个说什么事儿呢？这就是昨天啊，2个 fuel。
一个 Phil Goff 奥克兰市长，一个 Phil Twyford 新西兰交通局的新西兰交通部部长，是他们俩呢共同宣布了一个叫做计划，或者叫项目，一个 plan， 这是等于中央政府和市政府共同的 plan。这个 plan 呢，意思上啊是说要把整个的交通去进行模式转换，转换成什么样子呢？最终的目的是让所有的私家车主放弃自己的私家车，不再开车出行了。你看两人啊，两个 Phil 春光满面的呀，在那边共同签署了这个大的 plan。咱说这老乡见老乡，俩眼泪汪汪，这是 Phil 见 Phil， 这脸上笑嘻嘻的。但是他俩以前都是等于说那个，我们也知道 Phil Goff 他本来就是工党出身嘛，那个时候他俩也在工党当中共事多年。对，也是很相熟的两个老熟人。对，哎呦，你看他俩。这个计划，因为我不知道所谓的放弃指的是我们有选择性的主动放弃，还是说对，不是说谁能抢，跟要收枪似的，是吧？你半年之内你不交，我就判你违法。不是，他就说让大家。这个计划能够帮助我们主动的私家车主就不开车出行了啊！我刚才大胆的想法就是，那你要不你也出钱，你把我车辆回购回去，对吧？那我也不给他呀，那我怎么走呀？我不上班吗？是他只要是一种主动的这么一种提议，但是让大家去有选择的，你可以放弃，当然这个放弃只是说你车该在家里停着就停着，对。然后呢，你选择更多的人倡议你选择这种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是的，这就是这个计划的内容。这也算是一个叫做类似于像10年预算案当中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呢，主要的内容就是说要让大家进行模式的转换，因此呢，重点就是将私家车主引导至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车出行。哎，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它作为预算案的一部分，这个有啥成本吗？大家不开车了？那可是个290亿的大项目哦。那我知道，就是说那钱必须得花出去呗，那总得有点由头是吗？所以说这个290亿的大项目它是什么意思呢？刚才志鹏其实就问到了重点，大家也想问，我不是说我非得那么热爱我自己的私家车，如果要是比如说有的选的话，我也不愿意堵在道路上嘛。是。现在就算星期五了，马上放假了，大家不也堵在路上吗？所以大家就想问了，那你这个 plan 290亿到底要干嘛呢？没有细节啊，没有这嗨，那咱们就只能凭空猜测了。反正这290亿指的是完全花在这个方面，还是说涉及说有数个大项目？但是这其中是一个，不是290亿会投入到数个大项目，达到的目的是或者达到的目标是大家放弃私家车，转坐公交、步行或者是骑车。290亿全部都是为了提升我们的路上的这种驾乘体验，对的啊，那这真的是个大项目。所以我就说嘛，可是问题就在这儿，没有细节。我也想知道 how， 但是我听到了一个方向，这是呢，昨天 Phil Twyford 和 Phil Goff，他俩共同说的。他说就举例，比如说什么呢？我给大家，他说的很复杂啊，我给大家解释，大致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呢，现在不通公交的、不通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的铺过去，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公交、有步行道、有这个什么自行车道等等等等，但那个地方没有住宅的盖住宅啊，就这意思。是，那就是道路便捷的，旁边如果没有楼的盖楼，然后呢有楼没有路的铺路，就这意思。然后铺更多的自行车道、公交车道和就是 whatever， 然后大家就放弃私家车了。我听到的反正就这意思。是，如果这个是真的话，这个想法比我的要大胆多了。就是刚才也有朋友说啊，他说为什么说这个基金项120亿的有一个基建项目，非要等到下周才公布？他说因为下一周就放假了嘛，没有更多人就去玩了，没有人吐槽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趁着大家你一不留神，呲楞这个事儿就出来了，然后等到你休完假回来，这个事儿热度已经过去了。所以你知道我在看到他俩的这个样子啊，我再来说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他俩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会觉得大家认为你花120亿建了很多的自行车道，大家就去骑自行车了呢？或者说你建了很多的公交车道，大家就去坐公交车了呢？这到底是 how 怎么就能想出来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啊，就咱们反正是今天就闲聊吧，周五了哈，咱也不妨分析分析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让大家去选择这种更加环保或者更加对你这个说的是很对，就问你自己，就问我们嘛，
问问大家现在都在开车，对不对？你问问自己，什么样你才能最终选择你不开车了？没错，咱从我自己来说啊，我上班距离稍微远一点，对吧？再加上咱们如果上早班的话，早上可能我如果搭乘公交系统，你可还不得5点出门啊？不是，我就是5点钟出门，我到公司这个时间，因为他公交车有点啊，他到了固定的时间才发头一班，你赶上。我曾经真的看过，我如果坐公交从我们家到咱们公司正常上班的话，7点钟节目正式开始，我最快准时到，所有的没有什么 nothing service， 没有什么晚点，其他的任何的这个理由，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出差错。我最早也只能在6点45分的时候到达公交站，我再走个几分钟到这儿来。然后我们就 good luck， 我们能不能看到男主持人，对吧？对，所以这个是，当然我这种算是少数啊。咱们再说，比如说开车呢，确实是目前拥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对吧？大家也不想堵在路上，但是你这个道路就这么多。北岸的朋友，你要如果说想到 city 或者说到中区的话，你只能自己开车，只能走1号线。对吧？那这就大家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当然，出于这个地理方面的原因，你也不可能同时修好几个桥。对呀，所以我就说嘛，就大家来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真的选择放弃私家车？我觉得有2种，可能我会放弃。第一就是如果有地铁，我大概会放弃，会比较便捷，就便捷嘛。你比如说你在上海，在东京，在纽约，是对吧？你在伦敦。那真的是在市中心的，没有人会开车的，大家都会，就不用说别的，在悉尼，我都觉得 OK。它的火车其实相对来说是便利的，对，所以我会选择这个，就这是一方面啊。如果让我放弃车的话，第二方面就是我开不起车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比地铁系统可能更容易达到吧。对啊，就是加税，各种税，让我最后开不起车。好，我也可能会放弃私家车，那是被迫放弃的。只有这2种方式，但这2种方式，你说290个亿能不能做到？不可能，对不对？那当然了，另外一个就是咱说的这个自行车啊，自行车也确实是既锻炼身体是吧，又环保节能。我不会，但是会不会的，倒是学起来倒是也挺快。那也是不太能。但是就是说这个距离，你要说3-5公里的路程也就算了，我早上我这边我要上新闻，好家伙，我从家里蹬自行车30公里1个多小时，吭哧还骑到了满头大汗，这边抹一把就，对吧？我这一天我不干别的了，我来回全折腾到路上了啊，身体倒是好了，关键事儿干不了了。所以我们群里的朋友也有人在说就是升油价，升到只能坐公交了，我可能会放弃私家车。对，但是这个也有一个，我要说公交的价格，你说便宜不？也不是特别便宜，尤其你住的远的。对呀，那你要是跨几个区的话，这蹭蹭的，我感觉跟这个你开车出来油钱其实差不了太多。其实如果比如说论站点算啊，还可以，但是比如说像你不可能有直达的吧？对呀，你肯定得转。我要中间转好几趟，而且是跨区的，对吧？这7加8不加的，你说时间成本加上你真正的这个公交的费用，你有没有算过？比如说从 Albany 到我们这儿，公交费多少钱？好像单程是6块多钱。6块多钱已经算 OK 的了。对，但是往返的话就是，咱就按6块算吧，往返就是12了。对。但是我算过，我开车的话，我油钱可能才10块钱呀。对呀。当然你要是算什么车辆折旧什么乱七八糟，那个另说。那或者，而且我们的点是因为我们没有停车费，可能有的加了停车费了，会稍微高一点。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不知道，这就是我昨天看到的一个 plan。听完了之后，线上有朋友，咱们接进来。早上好。早上好。早。你在开车吗？刚才你说的。我觉得刚才我想的就跟你小哥想的是一样的，是吧？这样的方法，什么都不用干，国家也不用再继续投钱了，知道吧？就是把这个一升油，把那个就他那个标价写的什么什么有的时候写什么220，对不对？对，直接把那个点搁在第3分说后面就好了，直接涨到22一升，对，肯定没人开了。22都不解气，220。嚯，220一升，然后你买一辆车，现在买一辆车，你看那车卖还没有摩托车贵呢。我上次看一辆自行车卖的比汽车还贵，标价是不是99标错了？不是，好家伙，对不对？那我就想，那你一辆车卖出去100万，牛逼。二手车都在50万、60万。好，对不对？修车，完了就解决了，这事情马上解决，而且马上 GST 也上去了，收入也上去了，大家多好，还不用花钱。就是呢，大家都恨不得都得步行，我跟你说。对呀，这公路政策，我觉得啪一拍手，挺好。好，
这主意好，真的是个招，而且是只给的。行，谢谢您的观点。谢谢您。还有就是收过路费，上进城市每个进1次城100。进不进？以后什么都贵，就鞋便宜，是吧？就是天天腿儿的就完了。所以啊，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的？有朋友也是脑洞大开，说290亿能不能研究出来任意门？哆啦 A 梦的那个。对，这个也倒是个方式啊。竹蜻蜓也行啊，我飞一会儿我认了。我也觉得竹蜻蜓我都认了。好了，这件事情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反正因为没有细节，我也只能就是跟大家说他俩签了个 plan， 然后他俩很开心，笑得满面春风。但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啊。但实际上真正的我们说解决问题啊，还是首先从根本上找原因，对吧？然后你对症下药，这个才能实际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一拍脑袋说啊，我就甭管。我现在就在怕啊，他连症是啥都不知道。还对症下药呢，你就不用说药了，你对症对了，你还得看吃什么药好使。现在他连症是什么可能都不知道。找个翻译，连续听我们节目1个礼拜，什么东西都解决了，最起码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是吧？再把我们的这些观众请过去，听众请过去，咱们开个座谈会，我觉得很容易就把问题解决掉了。是，好了，时间关系啊，还剩1分钟，我快速的把这件事儿说了。最近呢，新西兰警方花了123万买了3辆 Toyota 的防弹 SUV。好不好看？鼓鼓掌。这车漂亮。不是这车，这个3辆防弹的 SUV，他们要干嘛呢？他们要投入到奥克兰、基督城和惠灵顿3个主要城市来成立武装警察部队。就前段时间跟大家说的打击黑帮的。可能会重大那个叫什么犯罪的不仅仅是黑帮，反正就是重大犯罪，他们都打击，就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呗。那也有，倒是有必要用到这样的一个车，但是这个100多万纽币买这3辆车，我觉得还不贵吧？我不懂啊，因为我不懂这个主要看配置，这个主要看防弹。对，这个是。那这钱花的就海了去了。是，所以就快速的跟大家来说这条消息。时间关系，8点45分啊，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进入到今年最后一期的玉山休息站。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19 09-272-3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 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
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早上好，8点48分，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玉山休息站时间，同样是欢迎来自玉山 KCH 的亨瑞，欢迎。又到了玉山休息站，又可以歇一歇了。是，但是说着说着，今年最后一期哦。好快。大家早上好。Henry 也是这个刚刚意识到今天是最后一期了，我也差点忘了。对，所以说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开始放松了嘛，所以说就没有特别注意到很多东西，就是想着是说，因为我刚好也是下个月初就开始要休假这样子，然后所以说这个安排在手头上的事情把它安排好，就像有这个机会，昨天也刚好去上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TFO 的课程这样子，然后因为它每2年是要 renew 一次的嘛，然后就刚好去上这个，学习到蛮多新鲜的知识，跟我们来分享呗。对呀，但是我们先介绍一下啦，反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产品带过来，就是说这八宝粥嘛，然后就是说一个本来是说这个一系列的我们说的那个香园系列，我们继续介绍这样子，那我可能把它留到明年再继续介绍这样子啊。然后今年是最后一期的，然后这个好彩头这种感觉嘛，把这个红色特别应景这样把它带过来，八宝粥。然后所以说八宝粥也不需要大家多介绍了，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产品的，然后可以试试看。红牌的呢跟其他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比较没有那么甜。太好了，所以说吃起来不会说那种腻的感觉。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啊，就我也吃了很多八宝粥，但是那个八宝粥里边是不是真的有8种啊？其实它是说我们说五谷杂粮嘛，它是其中8种，它说大约是8种，它是让它去做变化，比如说桂圆啊、花生啊、红豆、绿豆、薏仁、燕麦啊什么的，就是说莲子，就是说每一个厂牌可能会有不同的然后配方，但是统称都叫八宝粥这样。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不是直接就吃，打开罐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特别方便，直接打开就吃了。那可不可以热？也可以放往里去热。对啊，但是建议啦，如果你是放那个隔水加热是最好了。如果放微波的话，还是说不要去把它加得太热了，终究它并不是真正煮出来的那种。明白明白。好，那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吃？也可以。可以的，没问题的，是。那非常好。今天我们就送，这个也是好彩头嘛，正好是到年底最后一期玉山休息站，一会儿我们就把它送出去给大家就好了。是的，对。那说回来，刚才说那个课程，给我们讲讲吧，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最有趣就是说，其实我们昨天说到这个课程啊，它是说新西兰呢，其实全世界唯一一个，所以我们很惊讶，它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TF 这个设施，就是说一般来说在各个国家，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海关啊，去做这些检疫的动作这一些，然后防止这些就是说有害的物质什么流进来这样子。那新西兰是唯一一个，因为终究是说它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手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一定会有疏忽啦。你说你说邮寄啊，你说海运啊、空运各个地方都有可能会流进来，你检查的再详细都不可能。所以说他说是谁的责任呢？说每一个在新西兰的人都有这个责任去保护我们这个好的地方。这就像我们说那个说在新西兰报税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不交税是你的责任，你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必须要把你该交的税交上去，你不能说你不懂。这是你的责任和义务，要落到每个人身上。没有错，所以说很有趣，说唯一有一个就是说新西兰有这个跟全世界不同的，它有设施在，它把这个权利放给了这些进口商，让你去申请这个，当然是说你必须要提供这些
无犯罪证明啊，然后身家调查这些一系列，他都会去帮你去做调查，然后你去做申请，如果可以的话，你才能够批准这样子，然后在你这个地方去做这个下这个货柜这个动作。所以说对你们的审查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然后就信你们了，你们进了货之后就要靠你自觉了。所以说他在第一关他有把控，然后到第二关到我们这个设施的时候再去做把控这个动作，然后所以说我就是尽量强调也是说不要去。你有什么报什么，不要去说你不去清关不去报关这种动作的，就是想说哎呀，当然是说你能够少报一点的话，你能够节点税啊什么，其实这个都是不太好的动作。而且一方面是说这个量，但另外一方面就说质量方面，其实你们也得好好把关。没有错。你要去上课，是不是也要学一些？比如说最近什么东西比较可能有污染啊，或者等等的都不能进。对，他是说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一般不会去。觉得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就一只小害虫，我们说在中国、在台湾、在东南亚地区，常常会有一些我们说那个什么臭虫，sting bug， 它那个这种东西，我们觉得我们看得很平常啊，就是昆虫嘛，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一个小昆虫能够导致的伤害啊，但农业伤害，它有一个吸管，像蚊子一样吸管。这个新知识挺有趣的，它吸管吸进去这个水果里头，你外表看起来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它把里头的它用那种chemical 的东西化解了，它自己会产生这些化学东西去分解了这个水果，然后把那些水果的汁都抽掉了。所以你一定要切开来的时候才看到说里头是完全被损害的。就差不多是这样，就包括这个之前有一段时间那个果蝇啊，对，果蝇也是那么小一只果蝇，可是你需要大量的人力跟财力才能够去把它们给处理掉，所以说，哇塞，真的，你们进口商的身上我看有很多的压力嘛。所以说大家就是说尽量去保护好这一片环境啊，我们在享受，而且有一点是蛮骄傲，就是说，你说新西兰，他们说新西兰你在全世界各地。很少能够像西兰这样子，直接你就把鞋子袜子全脱掉，在草地上跑，你都不怕是说，当然会有小虫会去叮你或是什么都会有，但是绝对不会导致那种致死的那种感觉。对，你没有毒，你不会有毒虫，不会有什么这种毒蚊之类的。所以我们说觉得骄傲的地方就是说，他说这种比如说像这种害虫、这种臭虫这种东西，我在我们原来的地方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可是真正进口过来的这些，从这个1年度的调查，新西兰中国还有台湾，然后跟澳大利亚相比的话，澳大利亚被发现出来3000多起有这种有害的小虫进来，有害的东西，但是呢，在中国地区呢才200多起。所以说这个比例，所以说他们这些连我们的讲师都觉得，你看是不是很奇怪？人家原本在那个产地有这么多这种东西存在的，可是反而他们进来的都是这些。没有害的，反而是澳大利亚的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骄傲。所以说很多东西那一地方保控好，我们这边再保控好，我们也觉得。所以澳大利亚我估计，不过澳大利亚也是说真的，澳大利亚的那个毒虫也是多，对吧？他们那个太可怕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就在说澳大利亚的那些毒物，而且长得一个个的都是，它怎么可能长那么大？面目狰狞，太可怕了！澳大利亚那个地方真的是不要去，没有错。所以说啊，无论如何，这个刚才 Harry 给我们透露出来的这些小信息，一方面会觉得说这是对于我们的这些进口商的一个肯定，就是说大家都在好好把关，所以才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质量。但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多好呀！有这么多的，对，要多放心。起码你会相信说，摆到你餐桌上的，无论是从哪个地方进口来的商品，有这么多人是在帮你看着、帮你管着、帮你操心着，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己放心的去吃。尤其是有孩子在这边，你既想让他们去感受一下自己儿时的味道，然后呢，你又能够保证质量。哇，说的我都觉得有点小感动。我以为你说的有点饿。好了，不过这个时间也快到了，8点57分了。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那么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一小段的玉山休息站，也让毕竟最后一期了嘛，也让 Henry 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假期这一段时间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我们有什么好期待的？另外呢，咱们今天因为 Henry 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八宝粥啊，在稍后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通过这种电话的方式为大家来送出啊。当然，通关密语呢也不用说了吧，是吧？大家都很熟悉了，根本不需要我们重复的样子。是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咱们玉山休息站再见。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
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 096230366。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非常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8886。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2月13日，星期五，农历11月18。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公交服务今天起恢复正常。奥克兰交通局已确认，所有公交服务将从今天早上开始恢复。近日，由于 NZ Bus 公司的司机拒绝收费，奥克兰一些主要线路的公交服务被大量取消。奥克兰交通局表示，已经收到工会组织的正式确认，所有的罢工行动已经撤回。昨天，在奥克兰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议员们一致投票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些决议允许奥克兰交通局和交通部长能够更多地直接参与工会与 NZ Bus 间正在解决的劳资纠纷，工会对此表示欢迎。公交司机将从今天开始重新上路，但工会与雇主 NZ Bus 之间的谈判过程中仍有严重的问题有待解决。火山学家警告，地震活动比火山喷发前强12倍。
一名火山学家警告说，在怀特岛火山喷发3天后，数据显示上岛仍然是不安全的。12日早上，新西兰地理科学研究院的火山学家 Brett Scott 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今天早晨记录的地震活动强度是周一喷发前的12倍，这表明火山可能将再次喷发。” Scott 表示，地震活动在周3凌晨4点左右开始加剧，然后一整天都在持续加强。他说：“我们从来自该岛的数据中看到的是火山活动更强了，这是我们反馈给正在考虑救援的相关机构的信息。”他表示，他们不能具体预测爆发的时间，但他们可以根据数据计算出其可能性。社会上有人曾预测周2 2点会爆发，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他说：“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可以确定喷发的潜在窗口期。”目前，当局已经开展了向怀特岛展开的救援行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一艘潜艇部分沉没，无人员伤亡和燃料损失。俄罗斯新闻网消息，当地时间11日晚间，一艘退役潜艇在被运往焚化厂的路上部分沉没。据俄罗斯海军装备新闻处消息，该事故发生在11日晚间，一艘救援船刚刚拖着这艘退役潜艇准备下水，准备驶向焚化厂时，就遭遇了潜艇下半部分的沉没。这艘72米长的太平洋舰队潜艇处于半沉没状态，并开始不断下沉。该机构新闻发言人表示，只有上半部分还处于水面以上，船上没有船员，也没有任何燃料。这艘潜艇的型号暂时不详，沉船对周边环境和居民没有造成威胁。提出涨薪要求遭拒绝，澳大利亚维州警方将开始大罢工。澳洲新闻网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警察工会提出涨薪4%的要求被拒绝，警方将会开始实施罢工。这是警方自2011年以来的第一次罢工。据报道，为了遏制政府的财政收入，维州警方将闪光提醒司机们超速摄像头的存在。警方还将在车上贴上标语，不再无薪加班，并为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准备建议，但紧急情况下除外。政府此前曾经承诺将所有公务部门的涨薪幅度控制在2%，他们并不打算为警方破例，但此举也让政府与警察协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如果政府向警方妥协，代表其他公务人员的工会也会提出类似的涨薪要求，这将给维州预算案带来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看与收。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基本上呢，别看到有这么多阵雨的标识啊，但基本上都会是晴好的天气的，只是偶尔的几个别的不一定哪个地方刮来一阵妖风，可能下2滴雨，基本上都是晴好的天气，大家可以放心。气温也比较舒服，奥克兰最高23度，最低17度。北岛南部地区也基本上
上都是晴好的天气，可能在个别的地方偶有阵雨出现。惠灵顿的气温啊，整个进入夏季以来就没有上去过，现在最高温度仍然只有20度，最低温度是18度。那么到了南岛呢，今天则会有降雨出现，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西海岸，东海岸大部分范围之内还是晴好的天气。Nelson 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14度。再来看南岛南部地区，南岛南部地区呢，则是在最南端会有一些阵雨出现，其余地方也全部都是晴好的天气。皇后镇啊，感觉就是暖和不过来了。今天呢，最高气温仍然只有19度，早晚最低温度还是只有8度，所以如果要有去到皇后镇的朋友，可能还是要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那么到了明天呢，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多雨啊，但是在明天晚些时候以及周日，新西兰大部分范围之内会迎来一轮的降雨。不过这个降雨呢，对于很多干旱的土地，对于大家的花园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气温方面，明天奥克兰17到20。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1377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如果你懂英文，生活就会更便利。Diner Speak 全日制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课程2月24日即将开课，请速报名。由初级班到中高级班，入学考试将为你选定相应级别，每周上课12到15小时，有教师指导，可以由浅入深学习听说读写，还有20到22小时的自修时间。学习结束可获 NZQA 毕业证书。16岁或以上的新西兰永久居民或公民，课程全部免费，还可申请学生津贴。咨询热线0800355344。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
好的，早上的9点11分，欢迎回到玉山休息站。那么这一节呢，继续跟亨瑞一起啊，我们来了解了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好吃的食品的一些特点。大家先稍安勿躁啊，不着急，我们线都被占满了。对，我9点20以后再送。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我们说会在稍后的这个时段，其实就是一会儿在玉山休息站结束之后啊，然后回到我们朝闻天下的时候，也就是在下一节啊，到时候大家再打电话进来。这一节我们还是请亨瑞多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1年也过去了啊，刚才我们都在总结嘛，说2019年，那个 Henry 你总结一下嘛？你是你自己还是说玉山嘛？我说除了我自己啊，玉山我们整个团队啦，其实大家团队都还蛮有这个一起奋斗这种精神，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这样子。那么所以说，如果说就是节目在看啊，一个字来总结的话呢，我们就说就是累，真的是累。1年下来，这个辛苦可是总是有代价的啦。对，所以说能够换回来这些说，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有些时候好像就是说看到人家就是吃起来那种很幸福那种感觉，我们自己会觉得也是有这种感受。是，其实我觉得玉山这一年，你像我们也是共同看着玉山的这个品牌的出现，接着呢，它是其实在2019年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和发展，所以这一年对你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用那个我看中国有一个就是有一年的关键词是涨，它是涨，当然就是指各个方面的涨，成长的涨，说你们的那个无论从各个方面的涨，我觉得玉山可能不除了员工类之外啊，这一年也是真的成长了很多。是，就是说我们是说从传统企业，我们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就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个东西进来，然后就卖给各个亚洲超商，然后就结束，也不需要搞得这么累。但是说终究是希望是说我们到了这边，希望是说把这个品牌给建立起来，不要是说只是说一直就是简单的进出口这种感觉，能够建立起我们亚洲另外一个品牌这样子。是，所以而且我们也知道呢，这今年眼看着就过去了，但是明年玉山的计划其实早早的已经开始准备了，现在能透露吗？我们大概说一下啦，其实就是说珍珠奶茶这个部分的话呢，我好期待，就是说在全世界现在又开始掀起这股珍珠奶茶这个风潮这样子，然后其实它在台湾呢已经到第2代、第3代了。其实有些转变不是传统的，只是这种我们黑糖珍珠，它有各式各样口味的珍珠，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茶类、茶饮啊这些都在做变化。是，然后呢，在这个19年呢，其实在蛮早之前就有蛮多朋友，他们也希望是说去经营一家这种珍珠奶茶的店，因为这种终究是它的入门比较容易，然后投资也并不那么大，你就可以在有限的资金，年轻人来说，有限的资金他就能够拥有自己一家店这样子。但是它其实看似简单，好像简单的一杯珍珠奶茶，其实它里头是有学问的。你怎么去煮，怎么去调配，怎么去做变化，这个都有一定的学问，不是说我看别人开好像很简单，反正煮一煮丢进去就行了，你就喝就对了。那可真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在市面上常常看到有些朋友，他就说也是兴冲冲的开个店，但是没有多久它可能就消失了。然后它有些时候品质并不是那么稳定，有些时候珍珠吃起来比较软啊，有些时候就过硬啊什么的。是，而且不香啊，什么那个烂掉的，反正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也有去做研究啦，就是说现在的眉目的就是说，在明年呢，我们已经有跟台湾一家很大的一间工厂去做一个合作这个情况，然后说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大家，去做这个合作，他们会第一手提供我们所有的原料跟更新，然后呢也会给我们一套，就是说我们跟他研制一套，就是说怎么样从0到有，整套帮你设计好。整套帮你设计好，就是说怎么样建立起这个店，怎么样去做培训这个动作，我们一条龙帮你服务好。你是珍珠奶茶的专家，以后就是想要开珍珠奶茶店，找玉山一条龙为你服务。是因为就是说，其实虽然说你不要看它是入门槛比较低一些，它投资，但是终究还是年轻人他的辛苦累积下来的财富，你如果投资下去没有不到半年，你就对。血本无归。而且关键问题是每个地方的市场又不一样。那你比如说你在台湾，或者说你在任何地方开的这种奶茶店，可能你不需要很多的这个类似于像其他方面的投入，叫宣传方面的，但在新西兰可能情况不一样。你怎么样能够真的打到新西兰市场？而且其实这边的人的口味，你主要还要那个迎合，比如说 Kiwi 的口味，那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个其实也是有学问的哦。是，所以说里头蛮多学问的。你怎么样？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说
每一个东西它有它一定的学问在，你要怎么样去让它去钻研，让它能够建立好，这些是很重要的，长久一个生意啦。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来共同期待吧。我现在我看着他们啊，很忙啊，等一等嘛。我现在你说你打我也不能接进来送给你，对不对？稍微等一下，哇，就不断的在那边滚动。这还是我说了这一节不送。对，我们说八宝粥的话，其实我们也说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啦。所以我们也提到，我们今天带了2盒过来，就是说主要1盒呢，送给我们这些听众朋友这样子，另外1盒呢，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所以说我们也有份。1盒是送给我们的，谢谢。当然都是为了过年嘛，这个大家这个欢乐的气氛。好，那刚才说了奶茶店之外，明年玉山会不会还有其他，比如说更多的商品进来，这样大家也可以去选。商品我们绝对会有不停的见到了，所以说我们在说我跟大哥跟 Roger， 那现在 Roger 也在台湾出差这样子，然后呢，我们每天我们3个有一个独立的小群啊，然后在不停的接收这新的产品，然后去做挑选，所以说每天都会看大概上百种的产品去做挑选，所以说其实很多东西是说你会去挑选说适不适合这边，然后适不适合把它进过来，都有我们会去做这些动作。其实那是不是会挑花眼啊？因为太多，而且讲真的，台湾的那些小吃，就是这种零食，我们今天其实大家没看到，我桌上摆了各种零食，都是给我们吃的。已经吃掉一部分了。你看我手里头，我这个比较全乎，我在有点拿不下。那个谁，志鹏准备要报这件新闻的时候，我在旁边各种的咬，很脆的那个声音。其实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了，我们除了说食品会不停的进一些适合大家喜爱的口味进来以外，除了说健康方面去做考量以外，然后呢，我们现在也考虑到是说会进一些日常用品过来啊。小件的啦，但是说大件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找几个有代表性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适合我们亚洲人的洗面乳然后会一些女性用品，这些都会有，然后会把它进进来。这个我作为女性啊，我是非常大家懂的。开心，所以就是很开心的能够看到一些这种适合我们的产品。明年我们的玉山休息站不光在现场能吃，可能还可以抹一抹试用一下，是吧？一边敷着面膜，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跟大家聊。所以还有最后1分钟啊，也是首先我们要代表所有的听众观众，还有我们这个电视台呢，感谢玉山这1年来对我们的帮助，以及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有用的信息给所有的听众观众。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就是我也代表这个玉山，希望听众观众朋友们啊，可以呢继续的去支持他们的这些好的产品。那最后还剩1分钟时间，我们跟大家稍微说一说玉山在就是整个假期期间有没有放假的时间？这样子，我们会在国定假日25、26，还有1号、2号休息，然后在25、26是刚好是遇到星期3、星期4。然后周5那天呢，我们也连着休息，让大家能够员工也有享受这样5天的假期，这样子。然后到1号再休息，这样子。那就是基本上还是可以正常大家去买东西。玉山的员工也是蛮幸福的，对吧？有的还要想着办法，我要请个假，这个直接老板说连放5天啊，这就放。所以说大家就记一下地址呢，大家应该也非常熟悉了啊。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好了，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是再次感谢 Henry， 感谢玉山，我们可能就要明年再见了啊。但是呢，眼前的有1箱的八宝粥，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会送给1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是的，这回时间点可要记好了。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这一节要结束了。再一次谢谢Henry的光临，谢谢。一会儿广告，对，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
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想要旧貌换新颜 ，Resin 当然是首选。立即选购 Resin 优质油漆、木材着色剂、壁纸和装饰配件，并享受 GST 等值打折优惠。Resin 夏季大促销，省钱时机别错过。立冬换汇，诚信、安全、可靠、保密，加上专业的理财经验，欢迎来电5228698，5228698，门前有大量停车位，地址1号 Kenneth Street New Market。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由乌伦华侨会所和潘达 TV37、熊猫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0年新春花市同乐日将于1月18号星期六在 ASB Showground 隆重举行，免费入场，大量车位，各式各样的美味食档，200多个干货年货摊位，还有多元文化艺术表演以及儿童游乐场，欢迎大家一起过新年。2020年1月18号星期六 ASB Showgrounds 217号 Greenland West， 我们不见不散。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好的，早上的9点23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3个小朋友切2刀，蛋糕怎么分呀？你这个真的是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就进入到这一节了。没有，就忽然间抛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咱一会儿再说。这样啊，线上的朋友都等不及了，是吧？打进来电话也不容易，因为这会儿如果说能听见接通的这个音，真的是已经很幸运了，满线的状态啊！来，咱们送出1箱啊，这1箱有12瓶的八宝粥，12天早餐有了。那而且还不饭量大的，还可以给孩子吃。是，咱们闲话少说，你选一条线吧。这么艰巨的任务，3，那我来个。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哎，您好，这位女士，喜欢喝八宝粥吗？是，咱们这个电话可能是稍微有点回音呢。您知道这个拿到玉山食品的通关密语吗？一生支付成以我支付。好了，肯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这样啊，您不要挂电话，我要让导播把您的电话接起来，因为有回音，所以我们就让导播来记您的信息，好吗？是。好的，别挂啊，不要挂电话。提前祝您圣诞节愉快。好了，我们就1箱，不好意思。好，线上的其他朋友可以先收线了啊。对。不过过完年之后，过完这个假期之后，咱们玉山的这个休息站会继续的嘛，也会有更多好的东西跟大家。而且很多的事情都是物以稀为贵吧。你要是比如说人手1箱，那玉山也是被搬空了，没有了，就说是吧？那就感觉没有那种抽奖的氛围了。没错。所以本来我是想说送，后来玉山这个我们说韩瑞刚才讲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还有2个导播，也都辛苦了。早上上早班有时候来不及吃早饭，说要不然那不是有时候，是没有时候吃过早餐。
对吗？所以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就是犒劳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分一箱，剩外就借花献佛的分给我们的团队，另外一箱当然就送给刚才那一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了，可以赶紧来拿，因为我们这边呢现在天气也热了，对，虽然说这个不会坏，但你最好还是放在阴凉的地方，自己赶紧拿回去。我们这边的地址大家也熟悉了吧？43个那店，开玩笑了，194号 Maroon Road 的 East Town，对，Mount Wellington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2刀怎么分的没有？对呀，因为我说什么，我们不是就是我们在讲说这12罐我们这么多工作人员怎么分，然后呢就说起来说他们就说我算的很快，因为那个是一个就比如说12个人分12罐，那还用算吗？但是刚才然后在我们节目5、4、3、2、1倒数的时候，志鹏问我3个小孩切2刀分一个蛋糕怎么分？到底怎么分？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一道题目，觉得特别伤脑筋，咱可以一块商量商量啊，算是今天的一个脑筋急转弯呗。3个小孩，一个蛋糕切2刀。对，一个蛋糕一共3个小朋友切2刀怎么分？这样吧，这样切这不1、2、3竖着切。其实怎么分都无所谓了，因为咱们没有说是要平均分嘛。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了回到我们的节目，接着跟大家来梳理，我们还是完了，你已经把女主持人的兴趣全部弄没了，现在不想说话，就想吃蛋糕是吧？对，我这无论怎么样，我现在要一块蛋糕。我这儿还有点小零食，来，我送给你，借花献佛一下。好了，那么接着呢，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一节肯定是说不了什么具体的新闻内容，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讲。那么现在呢，先跟大家快速的这个更新一下目前的信息。今天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的时候，不就跟大家说救援队要去 White Island 上面去救援吗？是。现在得到的最新消息就是 Operation going to plan but longer than thought，就是比我们预期的要长一些。因为我刚刚就在我说话的这1分钟的时候看到的 breaking news， 就是还没有消息。对，可能各方面的准备，毕竟这个不是那么的稳定，因为 GNS 是跟着去的，我估计现在可能当时的就是在现场的状态就是不足够稳定，让救援人员去登岛。但说实在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没有消息就是个最好的消息因为我其实一直担忧的这个就是说害怕，因为地质学家也说这几天探测到的这个地质活动比当时喷发之前要高出12倍，那就也很难排除再一次突然喷发的可能。也是，所以说这个时候虽然没有什么进展，但最起码也没有什么坏的消息传过来。所以反正就说现在他们还在努力那还是说准备要去登岛，只不过就是让大家说可能还在稍微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是要再确保，不能说万无一失了，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万无一失，对，很难讲。所以就说是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些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之下，他们才会登岛。那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早上刚刚也是看到了医院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就说现在在医院当中已经还剩下17人是在本地来进行治疗的，已经有11位患者转去了澳大利亚。他们也是乘搭飞机去到了澳大利亚，那么也说是缓解了很多新西兰这边的一些医院就是相对来说的压力吧，而且呢他们的皮肤等于说捐献皮肤的这个量在新西兰这边库存也不足，所以都希望吧，无论是在哪里接受治疗，都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康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救援人员今天真的可以顺利的登岛，安全的返回来，是，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是，好了，时间关系因为已经到了9点30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段呢这个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说一说，跟刚才上一节不是说到了让大家放弃私家车嘛，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跟车有关的，说说 Uber。现在有一个取代 Uber 的公司来了，没错，这个也是很震撼的一条消息。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大家详细。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
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盘打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盘打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食为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早上的9点33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大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接着跟大家来说车的事儿。上一段呢，在我们9点钟之前，跟大家聊到了说，现在是中央政府和市政府联合签了一个大的 plan，两个 fuel 签的，说是呢要在这个计划啊，就说我们要投资多少亿，进行多少个大项目的这个开发和建设，然后目的呢就是让大家所有的私家车主就放弃私家车了，都可以乘搭公共交通或者是骑自行车，甚至是步行来进行出行。细节没有，所以说呢，就大家等着看到底是能不能够啊做到让我们这些私家车主都不开车了，是，对吧？这个真正说，如果让我们能够主动放弃的话，这个提议或者说这个计划得足够有吸引力才行。对，但是来看，那一方面我们就说，比如说在中国，大家为什么有的人不开车？一方面就是因为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你无论是地铁还是等等各个方面的，还有就是这种类似于像网约车、出租车非常发达，而且不贵，那也行。那可能很多朋友，比如说我在中国，就我家人都不开车，就是也不是说没车，就是不开车。是因为坐网约车太方便，你不需要停。对，你自己不用开，你可以腾出来时间做别的事情。对，而且又不贵，主要是因为它价格是比较合理。是。但是你在新西兰这边，虽然说 Uber 稍微便宜一点，但也不是说你真的出行靠它
那也是要被花穷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一方面我们刚才说它要发展什么自行车啊、公共交通，那另外一方面发展这种网约车，会不会是一种方法呢？是，其实包括我们先把这个事件先放一放啊，就是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也是我来这儿之后，我发现这边好像很少，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用这种网约车的平台，它会有一个推出来其中一项服务叫顺风车，就是你。比如说，我从我家里面到这边也有，对，到公司，但是这边好像感觉使用的人不是那么多，对吧？其实这个如果说推行开来了，你想咱们路上多少车，就司机一个人，特别无聊，在这开着车，然后咣咣咣，连 T2、T3的车道都没法走，对吧？你如果说这个网约车真正方便起来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上路的这个车辆减少了，而且你从节能减排的这个方向来说，咱们不是要对这个环境以后要加大力度嘛，对吧？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而且成本相对来讲比这个直接打 Uber 啊或者其他这种网约车还是要低一些的。对，所以说现在呢，在新西兰这边，就是它也在，其实我觉得可能政府也在考虑推这个市场，只不过就是呢，可能各个方面的因素。也包括了这边成本高，当然安全也是个问题，安全也是个问题，再加上成本也高，油费也贵，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可能相对来说就很难容易降下来。而且你说的那种顺风车，在这儿，你万一出一个事儿，那可就是这件事情以后就别干了。所以说它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新闻出来了，说除了 Uber 之外，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叫 Ola。我看过他的这个广告 ，OLA。我看过他这个广告做的，就是他这个广告做的很有意思，他直接是一个对比，但是另外一半是他自己的这个平台呀，包括打车的这种驾乘的体验，然后另外右边这一半呢，就是在画面的右边这一半呢是另外的一个平台，他没具体说是哪个，但是大家一看也就知道是哪家公司了，对吧？那他呢就是主打的几个关键的词，就是比如说驾乘的舒适感更强。然后呢，费用也会更低，对，这是它的几个主要的这个优势。是，这个 Ola 呢，如果知道的朋友就是我们也不是说给谁做广告，就现在呢，反正就是它在新西兰已经推出了1年了。然后呢，据说下载量非常非常的大，主要呢就得益于首先他们的这个广告做的也是推广力度挺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初期嘛，折扣非常非常之大，所以说呢很多人就去。Why not？ 都一样的，那我用 Uber 或 Ola 就是个名不同嘛。你知道国内的时候，当时有好几个这种网约车的软件同时出来的什么，然后当时坐车啊，有时候这个折扣低到你是，可能你跑个6、7公里，人民币1块钱，哇塞！各种什么优惠打折代金券，你就全使上，1块钱好几公里你就到目的地了。所以，但是后来呢，逐渐等到这几个可能做的比较大的占领了市场之后，那也价格就恢复正常了。是，所以现在 Ola 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年试的很好，说他们大概呢 Ola 的那个下载量可以达到在新西兰啊有35万，所以说呢，他们接下来可能折扣这方面的力度会稍微小一点，要把重点放在什么客户的体验上。这不是忘了初心了吗？那他又不是什么廉价，也不是慈善机构，当然是还要保住这个成本，最起码。然后这件事情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主要是想跟大家来聊什么呢？就说到这网约车，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挣不挣钱，好不好？我们所谓的挣钱，当然我们知道Uber公司至今都是不挣钱的，都是其实赔的还挺惨的。那么他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 Uber 当时开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们就在想，就是说靠，比如说司机这种开车，他们都觉得什么赚钱的可能性很小，是他们的点是说以后会不会哪一天就无人驾驶了？那个时候大家都习惯用 Uber 了。那个公司就开始赚的钱就是盆满钵满了嘛，因为它不需要有这个人工的成本了。现在你得基本上还得就是分给这些司机嘛，所以他就一直赔着，一直赔着。但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投资者还是愿意投他，可能就等待着，比如说哪一天像这种科技真的到来了，那他们可能就是非常的朝阳产业了啊。但是现在的状态就是说呢，还是我们不考虑公司赚不赚钱，赔是肯定了嘛。所以我们来说，开 Uber 这些人在新西兰到底会不会赚钱呢？来看看它的这个数据挺有趣的。这个咱们先看看它的一个具体的数据有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位司机已经为这2个不同的网约车的平台开了1年多的车，那应该就是跟国内很多司机也类似，2个手机我同时2个平台接单，对，哪个有单我就接哪个呗。那么他呢，每周大约是赚1200纽币，工作30个小时，乍一听觉得还行一天工作时间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然后1个礼拜能赚1200纽币
啊，当然这个中间咱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把一些该交的，比如说平台的这个费用啊什么的油钱呀，其实你算一算，你油有多少钱，对不对？然后呢，他说 Ola 是收他们手续费是18%，那个 Uber 是收25%到28%之间。你想你交完了之后，就也是就一般般吧。这么一想的话，就是对，真的是这样。是我有跟那个，就是我做 Uber，我有跟那个。等于说是司机跟聊过天儿，就问他说你是全职做呀，还是说只是做兼职？他就说，其实我听到我做 Uber 的几次的经验当中呢，全职的挺多的，只有在比如说周六周日，可能你偶尔会碰到那种只是做兼职，就周六周日出来跑2趟的那一种。做全职的，他们就说也不好做。就新西兰呢，还是因为你可能每一趟感觉钱是比别的国家多，但是它也少，它经常有接不到活儿需要空车的时候，它跟 taxi 唯一的不同就是说，起码它不需要满哪儿跑去浪费油。你像在我们说出租车，你可能得满城跑，可能在中国在这边当然也不是。他说这个你就等着有预约你就去就好了，但他们也不是那么好赚的。是，所以干什么都不容易吧。平台只是说，手续费当然是有一些差别，可能有的公司会把这个手续费的比例降得低一点，把更多的这个利润让给司机。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不管怎么着，这个网约车，尤其是在咱们新西兰，它因为高成本，所以就对你想想油费。你想想各个方面的很多的这个网约车，它开的都是这种油电混合的，据说在这个成本上会降低不少。是，大部分现在新西兰这边基本上都是。是，你要真是开个3点几排量的出来，纯汽油的，然后出来拉活来，那我觉得是纯玩票，体验生活的，这是。对，体验生活，再不就是想交朋友了，是吧？要跟大家来，但是你去跟那个就是这些，比如说司机啊，就跟他们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他们都是，比如说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发现不容易，然后就说自己来开个车，时间又灵活，又可以去做很多，也许就是碰到事情还可以去做其他的事儿之类的，所以他们就会愿意做这个工作。但也说这边现在不还有那个送外卖，就说 Uber Eats， 他们也是都在接。就说这样呢，综合，就你哪儿的平台都去接的话，能稍微好一点，活能多一点，另外也减少这种空室的这个，因为这个在国内的话，因为人也多嘛，对吧？所以相对来讲的话，你这边乘客刚送到，甚至有的就是说，有的司机我就体验过这种的，马上就要到地方，他说我先给你结单了啊。第一结单的话呢，你可能他多跑这300-500米，没准又蹦1块钱，我先给你结单了。这个同时呢，就快到地方的时候，他就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单，他就可以马上又续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车不空，它可以一直跑。我在这个中国，我就上次回国的时候，我去到了北京，我就真实的感觉到，就是中国它的这个需求量啊，怪不得你能够养活那么多的，比如说这种车的公司。我们是看了一个类似于像演出，那出来你知道多少人呀？对。前面我看到我用那个网约车约轿车，前面有100个人在等待，你就想。需求量大，需求量在那儿的。你真的我们说干这个活的多，那人家需求量真的在那儿。其实公共交通也是一个意思的，就说你的这个乘客多，它自然的运营成本啊，各个方面就能够 cover 得了。可是你在新西兰这边真的不行。你说我们刚才在讲 NZ Bus，说他怎么这个也挺 tough 的哦，他们就是，可是你说他们不这样怎么办呢？对，那他也不是做慈善，他做慈善他也掏不出来那么多钱呢，对不对？没错，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国家可能具体情况不一样，有的行业或者说职业就在某一个国家肯定是特别吃得开，但是没准同样的这个东西你搬到另外一个国情不同的国家，可能就真的延续不了多长时间。像我们就是只要跟物流什么相关的，只要跟需要乘客数量的、需要用户数量的，就都不行。全在这边经营不下去，就没办法。咱们这边就适合那种可能，你看有的是什么劳动密集型啊，或者消费者密集型那种产业，咱们这就适合这种劳动不密集的，然后客流也不密集，那还弄它干啥呢？直接划个保护区就完了，全部都不准进入。对，因为时间关系啊，到9点45了，我们得稍作休息。最后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啊，就说到这个车，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叫共享托运。现在就是因为新西兰可能是人太少吧，很多东西就要共享。看看这个共享托运的概念，大家觉得能不能接受？好不好？是，好，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朝闻天下由春丝面条冠名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欢迎回来，早上的9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大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还剩下最后一节的时间啊。是这一周呢，也是志鹏也是最后一周放假了啊。我们下周周1到周3呢，我还坚持3天，谁让我这一年请了很多假，最后就让我站到最后一杆榜。一班岗啊！嗨，这个就没事儿吧？明年咱们再说明年的事儿，是吧？今年反正我也就提前歇3天吧。对，我还上3天班啊。好了，那么接着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把这个现在在新西兰挺火的一个叫共享托运的东西跟大家来说一说。哎，这乍一听概念其实还是蛮新颖的。就是说呢，可能啊，刚才我们在广告的时候还在跟志鹏说这种顺风车在新西兰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没错，你可能人不太敢接，或者说你不太敢上别人的车，但是货物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好一些呢？是。你像这种城市和城市之间呢，很多人比如说去工作原因啊，或者想要出去玩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你空着车一个人或者2个人也是开过去了。那你后座上如果拉点货，
还能挣点小钱，是不是也帮了别人想要运东西的呢？对不对？是因为你单纯的，你比如说雇一个货车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运送的这个车，那可能费用也是不便宜，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哈。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共享运货的托运的这么一个方式，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节省成本。对于托运的人来说，可能只要花到比如说1半的钱。我不知道具体的这个价格，但是肯定是便宜。然后，另外从这个车主来说的话，他也借着这个过程，反正顺道捎带着拉一趟，是吧？也能最起码赚点油钱。可是问题就是，我刚才看到也有听众在那说会不会有违禁品？他的这个呢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位新西兰的男子，他设计的是一个网站，它里同时呢有一个 app， 就是你可以追踪。所以等于说啊，你要填很多的信息，然后呢再找到车之后呢，它后边还有很多的类似于像后续的保障，等于说你可以追踪着你的货物走到哪里去了，然后这个货物也要进行完全的登记。但是你说能不能万无一失，那也是不太可能，那也不好说。但是只不过就是说呢，他的这个也不是说只是说了个想法，他还真的就等于说自己在创业了，对，然后就把它创造出了这样的平台。你看它其实啊，它的好处我就去找了。他会把那个画得很清楚，如果大家在看画面的朋友就能看到，他比如说车上有什么位置，大概多大，能够放什么东西，上面都有明确的解释和定价、图像。对，然后呢，旁边还有个价格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能看见的，像这个皮卡后面站了一个皮卡整个车斗的这么一个体积的货物，大概就是65纽币。那如果说您这个货物可以直接就放在后座上的这种大小，那35纽币就可以了。是，它就叫这个公司叫 Lonely Seat。所以我就想如果大家是愿意看的，可以就是去找一找，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尤其是你要在城市和城市之间搬个家，你叫2台车，那你要真的自己靠运，那运费很贵的，这个差不多也就是运费的我估计一半左右样子。当然这个公司的名字也挺有意思，孤独的座位。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嘛，因为我旁边反正也没有人，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就不如给大家来用了。所以这个概念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那天真的上他的网站还有 app 上去用了一下，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感受还 OK， 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去用一用，可以试一试，而且它还可以追踪。想想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如果要真是大规模搬家的话，同时约了10几20辆，好家伙，咵，这隔壁邻居一看，这什么地位呀？这怎么朋友这么多，是吧？所以挺有意思的啊，这件事儿。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说到搬家，也快速跟大家来更新一下关于海港搬家这件事儿。这可是个大工程，不是说几十纽币就能搞定的事儿，那是个几百亿可能都不知道搞不搞得定。没错。现在为什么我把它放在最后，就是因为没什么事情出来。本来呢，我们也知道前2天是总理说了，说这个奥克兰港口必须得搬，但是没啥特别的消息出来嘛，就说我们要等报告，然后说呢，最终再做最终的决定。是。然后昨天呢是听到，的确是交通部的副部长沈正出来说了，他说呢，再等吧。他不是刚坐着轮椅上医院去了吗？没什么大事儿，没事儿。是说就是估计明年上半年，才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个改法啊，就是说大概的一个计划，那个时候才会出来。对，现在都不知道。只不过呢，好像听那个意思啊，意愿是要搬，但是现在有几个点是确定不了的。第一就是怎么个搬。是全部都搬呢，还是搬一部分？还有就是搬去哪儿？是全部都搬到 Northland 的 Northport， 就是我们说 Whangarei 附近 Northport 去，还是说要搬一部分去 Bay of Plenty，也不确定。所以这些呢，就都要等着这个所谓的细节出来。然后沈正就说，他说这个可是个大工程，这如果要真的做的话，就是新西兰历史上基建当中最大的工程。所以呢，他说我不想 rush。我不想呢，就说真的是因为快年底了，我就给大家一个什么说法。他说我还是等吧。明年上半年也来得及，没准也是现在有计划，但是等到大选之前再放出来一个大消息。这个但这个东西好像对于选票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对，不知道啊。他说他预估能花103个亿成本，如果真的搬的话。是，这已经涨了3个亿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也觉得还是应该审慎一些，毕竟工程也很大，而且它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如果说现在咱们这个奥克兰港口在当时建立之初，可能考虑的没有那么周全，包括环境啊，包括交通啊，对周边的影响等等，没有考虑的那么全面的话，那这一次真的是，毕竟这么大的项目，不是说搬家，咱叫上几个这种，哪怕就是共享搬家，咱也就搬了，对吧？这个一沾上就是一个大工程。你想，它光修铁路，就是说从奥克兰的那个到北地的铁路就得花3到40亿。是。
那还指不定能不能修得出来。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说，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他们也在纠结的，就说那搬走了，拿什么来补偿奥克兰？这件事情也获得了很多的批评，就说呢，补偿奥克兰的这件事情，市议会始终都觉得，你说搬就搬了，你拿什么补偿我们的损失？然后有人不就说嘛，说这块地空出来给你开发，你能赚多少钱？你还要什么自行车？但市议会就说了，那不是这么讲的，这地本来就是我的，对不对？你要是什么都不动的话，我这每年运行我还有收益。你反正就那个意思。我盖房我不要投资吗？不要建设费吗？而且你想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说我那个港口上这么多工人怎么办？那他们又不会搬到 Northport 去。你的确说你搬到 Northport 那边增加就业了，那奥克兰失业的这些呢？谁来管呀？也是个问题，对吧？那多少人呢？多少个人口在那吃饭呢？你总不能说让他们搬去那边居住吧，对不对？所以这都是问题。这个要搬啊，还有100年大计，我觉得都悬。你意思是咱们未必能看得到了，是吧？但这个有可能。你说第2座海港大桥有没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我觉得不可能。我真的不太可能。先这么着凑合用了，浮桥倒是很快就能盖好，但是它也不经使啊。对，所以无论如何吧，我们就共同来关注这些事情的变化啊。那么今天早上的节目已经到9点57分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呢，今天早上3个小时的陪伴。周末呢，天气状况可能还行，但是在周6晚些时候，周日会下起雨。现在有雨啊，对于很多地方来说是件好事，珍惜吧，要不然干燥太难受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趁着这个周末，包括接下来的1周，可能有的朋友陆陆续续也要进入度假的这么一个状态了。还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在出行啊，开开心心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不管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安全，是吧？能够度过这么一个开心的假期，然后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呀，能够你是可以说了，我们下周还有3天呢。对，跟大家说圣诞节好吧，那我就不吸引仇恨了。好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新中传媒，新西兰唯一涵盖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及新媒体的中文全媒体传播集团。